元2026年，全球发生异化，所有人都会变成自己最后摸到的物品。有人吃了一口羊肉串，转眼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老鼠；也有人摸了一下电脑，立马变成了赛博朋克的数据侠；甚至有人摸了一下闪电，竟直接变成了雷电之神索尔。而前世我的虽然摸到了一把宝剑，获得了万剑归宗一剑开天门的能力，但无奈还是被顶尖人物像蚂蚁一样捏死。如今距离异化还有6个小时，红活一世的我决定去摸女人。为此，我将目光看向了校花林青青，只因上一次全球异化后，她不止一次的救了我，这也让我暗生情愫，但最终还是没能在一起。所以这一世就让我送你一份机缘吧。于是我拿出手机向班长发了一条短信：班长，全世界马上发生一场大变异，信得过我的话，今晚凌晨手机保持开机，我会联系你的。而班长在看到这条信息后以为我傻，对此我也早有预料，但我相信晚上全球异变前，班长一定会和自己联系。很快黑夜降临，我来到窗前，望着这城市的月光，开始静静地等待异变的到来。随着手机上的时间变成12点，瞬间整个大地开始猛烈地震动一下。下一秒，一道神秘的声音在全球所有人的耳畔响起：全球异化降临，从此刻开始，你们最后用双手触摸的一件物体将得到强化并转化为身体的一部分，持续时间为24小时。当新的一天到来，异化结束，开始吧，这场伟大的盛宴。全球异化果然到了，这是机缘也是灾难，我要活下来。班长，你应该也听到这阵盛宴了吧？你会想起我今天给你写的信？我一点都不着急，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内。与此同时，这条信息一经公布，动物武器甚至博物馆的化石都成了所有人争抢的目标，而我这边也同时收到了班长发的消息。李承泽，今天你白天留言的字什么意思？你早就知道今晚的事情会发生？看着林青青发来的信息，我眼中闪过一抹光芒。明天晚上11点半见，我会告诉你触摸最优解，但仅限于你，消息记得删除。好的，明天见。林青青简单回复道。同时林青青没有想到，这个经常被欺负的书呆子竟然知道一些关于异能的隐情。一晃白天降临，整个城市因为争抢宝物和物资都陷入了瘫痪，但我对此却毫不在乎。这一切只要自己以后动动拳头就可以轻松得到。时间一点一点流逝，很快11点的时候，林青青拿着家里人给的一块祖传宝玉准备来找我。他的哥哥林天霸有铁关系，跟着兄弟们去搞强大的野兽群，据说运气好可以触摸到下山虎。而他的父亲打算触摸一柄收藏秘籍，母亲则触摸一柄收藏的宝刀。路上林青青心中嘀咕着，这李承泽究竟有什么触摸最优解，还特地让我这大晚上的去他家里。还有1个小时，所有人寻求宝物的时间就截止了。李承泽能够拿出比我这块祖传宝玉更加优质的宝物出来，并且和我共享触摸吗？不知过了多久，林青青抱着一块宝玉来到了我家。李承泽啊，你喊我过来是有什么触摸最优解要告诉我？网上有很多博主以及大 V 都说要触摸一些强大的生物，或者一些稀有的古物，以及现代化的强大器械，才能够获得强大的异能。你这里该不会有什么重宝吧？我摇了摇头。班长，你看我家里像是有重宝的样子吗？那些重宝都被大人物掌握在手中，我们这些普通人哪里能得到？林青青点了点头。说的也是，现在想找到一件像样的宝物确实很困难。那你所讲的触摸最优解是什么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我回复道。闻言林青青并没有懂我的意思，现状我并不着急讲出来。现在距离12点还有一段时间，等时间还剩最后5分钟的时候，我告知了班长，这接触最优的就是人，而且必须是男人和女人。只要男人和女人彼此触摸之后，便可以获得一种名为阴阳的体质，可以修炼一些功法。在初期可能不如一些触摸其他物件的异能者，但是后期却是强大的存在，能够甩开所有人10条街。我的声音有些激昂，每一个字就好像一记重锤一般砸在了林青青的内心。他没想到我竟然能够讲出这样的话。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说摸宝变强，可李承泽他却想摸女人，而且这女人还不是别的女人，赫然是自己。青青和我一起变强大吧。我的声音带有莫名的诱惑力。林青青是聪明的人，她心中思考到了很多东西，她有些确信我所言话语的真实性。班级上那么多女同学，为什么你偏偏选择我？因为班长你保护过我，我在这个世界上能信的人就只有你。我目光坚定，两人在谈话的时候，时间一点一点流逝，一下子变到了11点58分。班长，我知道你原本打算触摸一块家族流传下来的古玉，以此来获得强大的异能，但请你相信我，这古玉并不是最优解，我才是你的触摸最优解。我的话信息量很大，让林青青的内心猛地一颤。触摸家族古玉这件事情，只有他的父母以及哥哥知晓，其他人并不知道。现在我却说了出来，这意味着我所讲内容10有8九是真实。你哥想要触摸一头白虎，你爸是一柄宝剑，你妈触摸一把宝刀。我持续抛出一些重要信息，持续攻破林青青的心理防线。李承泽他不仅知道自己要触摸的物体是什么，就连自己的哥哥林天霸，甚至是自己父母要触摸什么都一清二楚。这一刻，林青青确信眼前的男人所讲全部为真，自己可以相信他的最优解。李承泽啊，李承泽，真没想到你居然知道这么多，我都有点看不透你了。现在已经59分了，
看来我能够触摸的对象就只有你了，我信你一回。不过我认为，触摸最优解不是人的本身，而是……林青青看了一眼时间，开口说道。说到最后，她的声音有些微弱，青春好看的脸庞上更是升起了一抹红。聪明的她根据阴阳二字，在最后一刻领悟到了触摸最优解是什么。什么意思？我内心一颤，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心中产生。前世我只听说异性彼此触摸能够获得阴阳体质，成为天地宠可以进行修炼，但我根本就没有亲自尝试过。这么一想，我呼吸不禁变得有些急促了起来，看向林青青的目光更是变得热烈起来。接着林青青青涩地告诉了我2个关键词，分别是亚当与夏娃。亚当乃是西方神话故事中的世界上第一个男人，而夏娃乃是世界上第一个女人。此刻林青青抛出这2个关键词，其中的意味已经非常明显了。我明白了，眼中爆发出一阵金芒，最后一刻要到了。摸吧。林青青脸颊红润，虽然这太突然，她心中有些不情愿，但是为了变强，为了在未来的乱世中立足，理智告诉林青青该做些什么。于是，在11点59分的时候，我与林青青2人相互触碰，下一秒0点到来，宛若丧钟一般的声音在全球生物的耳边响彻了起来。全球异化正式降临，所有人开始获得异能。这一刻，蓝星上所有的人类全部都获得了不同的异能，不仅是人类，就连一些动物也奇迹般获得了强大的异能，化为怪异猛兽，有鱼跃出水面宛若巨石，有鼠骨骼与身体膨胀，竟然变得和牛一般大小，有狗肌肉膨胀身躯挺拔，变成和人一样行走的直立怪物，有猴身体液化，竟然化为一滩水与江河共存。整个蓝星全部都乱套了，开始有各种各样强烈的碰撞声音在这片蓝星上响彻了起来。明亮的月光看着是那么诡异，此刻在房间外是乱糟糟的一片，时不时便有轰鸣声音响起，似乎有人在打架，时不时有咚咚的声音响起，似乎巨兽在行走。屋内气氛温热且怪异，林青青和我都快速整理个身体上的衣物。李承泽，你真是混蛋！林青青轻轻骂了一声。从小到大，她还是第一次被男人触碰到身体，在平时哪怕是和男人牵手，林青青都是非常抗拒，可刚刚竟然发生了如此羞羞的事情。我沉默片刻，不知道该讲些什么。当我感觉到一种名为责任的无形东西明显压在了我左右肩头，我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完美无缺，一呼一吸之间都能够感受到血脉的热烈流淌，经脉间的周天运转很是神奇。班长放心吧，我会负责的。你要是负责，就不会再叫我班长了。林青青有些生气，竟抡起了玉拳在我胸口上重重砸了一下。那该喊你什么？我话未出口，林青青已经羞怒地说道：李承泽，你这混蛋，我这辈子都没有让男人看过和碰过身体，你是第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。你要对我负责的话，你以后不能再称呼我为班长了，要称呼我为青青。再跟我客套，我会生气。还有，我不允许你以后触碰其他女人的身子，未经我的允许，也不能触碰我的身子。我没有要和你谈恋爱，没有要和你成为男女朋友，所以你还要和我保持距离。今天的事情一定要保密，不能告诉别人，不然我会动手杀了你。我竖着耳朵认真听他讲完，然后重重点头，我会按照你说的话做。但此刻林青青却疑惑地指了指窗户外说道：别人的异能似乎都能够造成大规模破坏，而自己这最优解有些低调不同。紧接着我告诉他阴阳体质可以修炼长生后，他直接呆住了。该说你是天才，还是该说你是疯子呢？不过获得阴阳体质后，该如何迈出第一个实质性的脚步？林青青心中不解，随后我告诉了他一套炼气心法口诀，截取天地间的灵气，运行于大小周天之中滋养身体。这些知识都是我在前世蓝星撞到那修真世界后才明白。紧接着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后，我俩正式踏入了炼气一层。此刻林青青走到窗口看外面的动静，时不时可以看到有强大的异能者在打架，带来阵阵轰鸣声，破坏许多建筑，世界乱套越来越危险了。接着他拿出手机，看到父母那边发来了多条关心安全的信息，林青青一一回复，表示现在自己很安全，只不过异能出了点问题需要解决，等解决完了以后他就会回去。同时还得知哥哥林天霸已经触摸到了白虎，身体变得魁梧，而且可以随时从人形变成异化后的强大武器，拥有惊人的破坏力。而他父亲触摸宝剑后，自身与宝剑融为了一体，达到了剑人合一的效果，在战斗的时候更是可以意念移动，将自己的身体转化为一柄巨剑，与敌人进行战斗。而他母亲触摸宝刀后，自身与宝刀融为了一体，达到了刀人合一的效果。紧接着在接下来的几天，为了弥补阴阳体质前期太弱的缺点，我俩共同学习了一套龙虎拳。时间一点一点流逝，屋内全身啪啪作响，屋外的世界却已乱成一团，时不时便会爆发出一场激烈的战斗，造成小规模的破坏。与此同时，在凤翔小区，每天欺负我的校霸上官春看着自己的父母，他感觉到一阵痛苦，因为自己的父亲上官带刀和母亲陈叔在全球异化即将结束的时候，一起触摸了释迦摩尼佛像。他们为了这一轮筹备了一整天，联系了各路亲朋好友，但都没有好的物体可以触摸。最后信佛的陈叔提出了触摸佛像的想法。家中这具佛像是从祖父辈就开始传下来供奉，说起来有将近200年的历史。母亲陈叔认为佛将给他带来无量的好处，
给予他强大的异能。父亲上官带刀原本是想要触摸家里锋利的菜刀，可是菜刀这东西太过大众化，他心有不甘。最后在母亲陈叔的耳旁风下，父亲上官带刀选择一起触摸这释迦摩尼金佛像。陈叔触摸佛像，想要得到强大的异能，让整个家获得无数钱财，想要儿子成为人中龙凤，老公成为全球顶梁支柱，全家成为人上人。上官带刀触摸佛像，想要成为万万人之上，主宰世界，妻妾成群。而孙满堂两人在触摸的时候，都将自己的野心欲望在心中倾吐给了佛像。夫妻协力一起触摸，可全球异化到来的时候，这释迦摩尼佛像竟得到了强化，并且与上官带刀陈叔两人融为一体。上官春亲眼看到自己的父母身形变得扭曲起来，一滩人肉融为一体，并不断蠕动扭曲变化，直至最后两人合二为一，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怪物。这怪物身上长满各种金色的肉眼，和人一样长着2条手2条腿，不过手脚的形态却非常怪异，看起来粗长弯曲，没有线条纹路，有的只有像瘤一样的金色肉块。除此外，这怪物的脑袋是一个巨大的不规则椭圆体，4颗眼珠子不规律的摆放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上官春抓着自己的脑袋，一副非常痛苦的模样。而上官带刀和陈叔的融合体两人也是非常的痛苦，他们没想到同时触摸一样物体，竟然会导致融合共生。这种可怕的事情发生，变成了怪物。儿子，我好饿，还想要吃东西。他感觉饥肠辘辘。陈叔也说道：“儿啊，我也好饿，我想吃肉。”上官春闻言脸色阴沉：“爸妈冰箱里的食物都吃完了，我去外面买一些回来。”原本他们家里冰箱囤积了不少食物，可不知为何，获得异能变成怪物的上官带刀和陈叔两人食量变得很大，仅仅只是1天的时间，他们便将家里的食物给吃完了，并且身体变得更大了一坨，肉球上的金色也更加的浓郁。但陈叔和上官带刀不满于此，他们还想吃，尤其是吃新鲜的肉。此刻的上官带刀和陈叔两人虽然变成了丑恶狰狞的怪物模样，但他们还保存着人的理智。儿啊，外面危险，到处都是打斗声音，你不要出去。父亲再忍忍。怪物的小嘴发出隆隆的声音。儿啊，母亲也可以再忍忍，等外面太平一些，你再出去找食物吧。上官春一双大拳握得嘎吱作响。爸妈，我听你们的，现在先在家里躲一下，我一定会给你们搞来食物的。另一边的屋内，我和林青青两人正修炼着龙虎拳。就在这时候，我俩的耳朵都动了一下，然后都看向了大厅的门口。获得阴阳体质的我俩，可以耳听8路目视6方。我们一起上去看看情况，做好战斗准备。我双手比划出一阵手势，向林青青传递信息。旋即来到了门口。青青，你将门打开，周围敌我，直接一击龙虎拳，出其不意将他降服。林青青点了点头。随着门迅速被打开，屋外正贴着门板的林天霸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给吓了一跳。林天霸向后倒退2步，同时做好了战斗准备。一旁的林传雄亦是准备人剑合一，化身成为削铁如泥的宝剑。可就在门打开的一刹那，双方都看清了对方的脸庞，都愣了一下。你小子想干嘛？想打我吗？我则满脸无辜，收起了已经做好起势的龙虎拳。八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林青青满脸的惊讶，她记得自己已经发短信给父母，哥哥都说了自己没事，没想到他们居然还找上门来了。青青，你没事就好，外面乱套了，爸爸担心你的安全，才和你哥一起来找你。我没事的，不用担心我。接着林天霸目光变得犀利起来，问道：青青，你身上的衣服似乎是这小子吧？你原本的衣服哪里去了？林青青有些踌躇，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她衣服是因为修炼七眼诀的时候被粘稠杂质给搞脏掉了，可自己要怎么讲述出来？见状，我赶忙将他们请到了房间里。这时林传雄说道：孩子，我们是来接你回家的。闻言，我知道两人对自己有戒备。大哥，程泽是好人，我的异能和程泽有关系，只有他才能够让我变得强大。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在林传雄和林天霸两人的脑海中冒出。青青他该不会恋爱了吧？林天霸为人直白，直接说道：小子，你是不是耍了什么手段，骗走了我们家青青？你的异能是什么？跟我过2招。要是太菜的话，我劝你早点消除非分念头，否则拳脚无情伤了你。现在可没有医院可以医治。说着的时候，林天霸还挥舞了一下自己手中的一双大拳，一副非常不好招惹的模样。我知道想要得到林天霸的认可，只有一条途径，那便是拳头够硬将他打服。你是青青的哥哥，如果你想要和我切磋一下异能的话，并不介意，可以试一下。我此话一出，林传雄、林天霸、林青青三人都愣了一下。林青青心中暗道：这里程泽有大机缘，拥有阴阳体质，懂得修仙，还掌握了龙虎玄气、眼诀、控鹤擒龙的功法，说不定他还有很多未知的手段没有展露出来。李承泽和我哥切磋应该不会有事。林传雄寻思着自己的女儿和李承泽走得挺近，可以借着这切磋的机会，看看我究竟几斤几两，所以他默认了这场切磋。承泽，我也不占你便宜。我在不使用异能的前提下，如果你能够战胜我，我就算你强，允许你和青青交朋友。不然的话，你就在家乖乖待着，哪都不要去。我闻言后愣了一下，没想到这林天霸为人不错，居然想要放水。但这也是林天霸对自己实力非常自信的一种表现。获得异能后的林天霸不
不仅拥有化身巨兽白虎的能力，而且自身身体被强化，即使不使用异能，林天霸有信心徒手撂倒10几个成年人。除此外，林天霸还担心客厅塞不下自己的身躯。谢谢，请赐教。旋即林青青、林传雄退到一旁，林天霸背负双手，表情淡然，仿佛不将我放在眼里。而我左脚扎马步，右脚画圆，双手握拳在胸口前方来回变换。功夫这个词语在林传雄和林天霸父子两人的脑海中同时出现。我此刻的动作真的非常像电视剧里面演的那种功夫一样，带有威严，极其自然。真不相信这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能够做出来的动作。林天霸心中顿时来了兴趣。林青青见我的气势，便知道这要使出龙虎拳了。这一招杀伤力很高，恐怕老哥要遭殃。林天霸现在一副敌不动我不动的模样，而我身体周围则形成了一股小型飓风，这可把林天霸、林传雄等人给看呆了。小心了！下一秒，我宛若一头猛虎一般飞射而出，紧接着一阵虎啸龙吟的声音响彻了起来。那虎啸声若大山崩塌，龙吟声若惊雷炸响，令林天霸的身体狂震，持续震撼着他的感官。一旁的林传雄表情更是失去了管理，一副震惊的模样。那震惊的张开的嘴巴，仿佛可以再塞进去2个半的篮球。震惊的同时，他担忧自己儿子林天霸的生命安全。而林天霸看着那砸过来的龙虎之拳，心中吓了一大跳，几乎是出于求生本能。林天霸直接将自己的异能开启，只听一阵衣钵破裂的声音响起，林天霸的身体闪烁过一抹白光，开始膨胀并且疯狂扭曲，上面色泽鲜亮的白毛更是猛地疯长。顷刻间，林天霸转化为一只巨兽白虎，将周围的灯具、沙发等都挤压到角落。巨兽白虎张开满是獠牙的大嘴，呼啸一声，整栋楼猛地一震，无数房屋沙尘簌簌落下。好家伙，竟然不讲武德释放了异能。不过刚好我的龙虎拳不用卸甲，可以一拳轰到底。原本我留了一手，要卸掉龙虎拳的劲，让这场切磋点到为止。可现在看来自己这一拳不轰出去不行。一阵拳与肉的声音在房间内响起，只见我猛地一拳砸在了嘶吼的白虎脸上。哥，天霸！顿时林青青与林传雄都吓了一跳。巨兽白虎惨叫一声，脸部的疼痛席卷全身，钻心窝的疼痛使巨兽白虎发出剧烈的颤抖，身体猛地一横，朝着我重重一推。我顿时被甩飞了出去，砸向客厅的一面墙。拥有阴阳体质的我，使了个4两拨千斤进行卸力，稳稳落在地面。见状，巨兽白虎愤怒地发出一声怒吼，准备将我撕裂吞入腹中。突然，林传雄连忙进行了阻止。好了，点到为止。天霸，你使用异能吧。这次切磋是你输了。哥，承泽，你们只是切磋，别真打起来了。林天霸听到老爹和老妹的话语以后，开始恢复理智，清醒了下来，但他的面目依旧狰狞，兽眸中隐藏着些许的怒火。毕竟谁被正面打了一拳都会生气，而我则是心中暗想，现在还是太弱了，等我达到炼气6层以上，应该就可以和林天霸打个平手了。此刻林天霸本想要恢复人身，不过他一想到自己若恢复人身，可就没有衣服穿了，到时候自己的老妹还有这李承泽都会看到自己的身体，难免会有些难为情。踌躇的林天霸向父亲投射出一抹求救的目光。有过同样经历的林传雄几乎是一下子便明白了儿子目光中的意思，他看向我，孩子，刚才的切磋结束了，你的异能很强大。承泽，你家里有多余的衣服吗？借几件给天霸穿。我连忙点了点头。叔叔家里有多余的衣服，不过可能有点小。林传雄闻言，嘴角顿时抽动了一下。衣服小就小点吧，好在能够遮羞就行。辛苦你去拿一下。旋即我进入卧室，取了一些自己平时穿的大号衣服出来。接过衣服，林天霸走进卧室开始穿衣服。紧身的衣服完美的将他肌肉勾勒了出来，不过有衣服穿就不错了。他走上窗户，借着玻璃窗的反射，看了一下自己通红的鼻梁，似乎还微微肿胀，有一点点歪。随即便走出了卧室。房门被打开的瞬间，哥，你这衣服穿得好紧身。只听林青青噗呲一声笑道，接着他目光落在林青青身上。老妹，你现在身上穿的也是这小子的衣服，难不成你释放异能后，身上的衣服也会碎裂开来不成？一想到这里，林天霸眼眸中弥漫出一层怒气。提到异能，林青青有些欲言又止，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对，青青，你异能是什么呀？旁边的父亲林传雄问道。是。林青青吞吞吐吐，有些不知所措。林传雄和林天霸父子两人眉头都紧紧皱了起来。看到林青青这副踌躇的模样，显然是出现了天大的事情。于是林青青将目光看向了我，我则微微点头。没事，你说吧。此话一出，林天霸和林传雄两人都愣了一下，他们没想到女儿的异能跟承泽关系这么大，竟然需要他同意才能够讲出来。林青青得到我的允许后，便讲出了我们的异能是阴阳体质。阴阳体质，单是听名字，他们猜不出这是什么异能。就在林青青准备讲述的时候，大门忽然被猛地踹了一下。4399号房，给我安静点，不然我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4人齐刷刷地看向大门，突然大门被再次踹了一下。有活人吗？听到不会吱一声吗？那大门直接被踹出了一个窟窿，透过窟窿只见一个身材颀长瘦弱的男子，一副非常愤怒的模样站在门外。暴躁的林天霸顿时愤怒道：承泽，你去将他抓进来。闻言我想了想，现在是乱世，拳头硬才是硬道理。好的。
我来。说着，我快步走上前去，使出前世学会的轻功蛇步，走路如蛇形，速度快且飘忽不定。顷刻间，我便来到这大耳朵异能者的身前，我双手来回变化，空气中传出了一阵宛若鹤唳的声音，控鹤擒龙。见状，这大耳朵异能者呆滞了一下，没想到里面相貌平平的人，竟然一言不合直接出手。而在他惊讶的同时，我一双大手直接揪住他的大耳朵，狠狠一拧，撕心裂肺的声音从这大耳朵异能者口中传出。接着我往里面一扔，直接把他丢进了屋子里面。林天霸大脚一抬，直接踩在了他的脊背上，随后便看向我，眼中闪过一模一样的光彩。他没想到我竟然这么强大，我的表现再次出乎了他的意料。因为在我前世，我勉强修炼到筑基期的修士，掌握了一些功法。这些功法在修行界可能不算什么，但是任何一件功法拿出来，放在这蓝星世界都是炸裂般的存在。林青青也看了我一眼，看来李承泽真的有大机缘，而他居然愿意跟我共享，这是一件不错的喜事。接着我将门关好，大耳朵异能者在地上微微挣扎。林天霸说道：“你嫌弃我们吵是吧？”大耳朵异能者痛苦挣扎着，并没有回应林天霸。林天霸见状看向我：“承泽，你手机有下载什么音乐吗？”随后我将自己的手机取来，并且放了一首吵闹的音乐递给了林天霸。承泽，你小子有意思，竟然明白了我的意思。说完之后，他将这吵闹的手机声音调到最大，放到了大耳朵异能者的脑袋身旁。刺耳的音乐顿时使得整个大厅变得非常嘈杂，而这大耳朵异能者本身听觉灵敏，他顿时感觉整个脑袋都要炸开，仿佛有千万根刺在狠狠扎着自己。快停下来，停下来，要坏掉了，我要不行了。这大耳朵异能者挣扎得非常起劲，而林天霸则狠狠地踩在他的脊背，让他无法动弹聆听这美妙的音乐。很快一曲落下，林天霸关掉声音，淡淡说道：“你现在还觉得吵吗？”啊！我杀了你们！啪！我弯下腰，狠狠地给了他一把。你踹了我家门，这事情还没跟你算呢。经过漫长的一段时间，你还觉得吵吗？你的回答让我们满意，我就让你离开。不吵了，不吵了。这大耳朵异能者连忙摇了摇头回复。闻言，林天霸关掉手机。好了，你可以离开了。说着，林天霸松开了脚，大耳朵异能者起身转头就跑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青青，你刚才说到的阴阳体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林传雄道。林天霸闻言也将目光落在林青青身上。承泽，还是你来说吧。林青青害羞地看向我说道。我想了想，开口说道：“叔叔，还有天霸兄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全球异能降临的时候，我的脑海中传入了另外一道神秘的声音，他告诉我，男与女进行最后的出口，可以获得阴阳体质，之后便可修炼传承的功法。除此外，还告诉我半年之后，我们蓝星将撞向一块充满机缘的大陆，在那里所有人都可以修炼，但拥有阴阳体质的人修炼速度极快。青青以前在学校对我照顾有加，所以我将他喊来，与他分享这些机缘。”我真中掺假，将事情的原委讲了出来。林天霸和林传雄父子两人闻言后，身体都猛地一震，一副目瞪口呆的模样。林天霸瞳孔睁大，吃惊地说道：“李承泽，那你摸了我妹妹？那你摸了我女儿？”林传雄亦是一副吃了鬼的模样。那个，这么说太片面了，我摸了青青，而青青也摸了我，我们互相触摸，然后一起获得阴阳体质。你问过我同意了吗？林天霸有些愤怒，一双铁拳猛地砸向我。见状，我脚踏轻功蛇步，向后蛇形倒退了几步。李承泽、林传雄身上一股凌厉的剑气纵横而出，周围的空间宛若被利刃切割一般。我有些无言，悻悻的后退。爸，哥不要打架！林青青娇喝一声，快步来到我面前，张开双手将我护在身后。见状，我心中一酸，没想到自己有一天又会被女孩子护在身后。这是一场机缘，这也是我自己做出的选择。还有爸哥，修仙的感觉真的很棒。等我和承泽变得强大，也会帮助你们修仙的。随即我也附和道：“阴阳体质适合修仙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就不能修仙，只是修行速度较为缓慢而已。”叔叔还有天霸兄，我可以教你们气眼诀，截取天地灵气，然后开脉修炼，我们大家一起修行。李承泽满脸真挚，经历过母亲那一事件后，他再也不敢轻信他人。而林青青一家人非常团结，李承泽很羡慕。你教我们气眼诀，这么好心。林天霸眉头微皱，承泽，你该不会有什么阴谋吧？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。林传雄附和道。李承泽，你想要什么？李承泽摇头，我没有什么阴谋，只是感谢青青以前的照顾。如果你们不需要，我可以不教。他说完便沉默。林青青从他身上看到一种落寞，心生不忍。爸，哥，我相信李承泽。林青青道。林天霸看向李承泽，你看了我老妹的身子，还触摸了，不能这么便宜离开。那你要干什么？我要你跟我回家。林天霸道。你要对青青负责，但这不代表我认可你。你要变得强大，有担当，我才会认可你。要是你有什么阴谋，别怪我虎口无情。大权过重，李承泽怔了一下。林青青小脸微红，老哥，你胡说什么？我和承泽是好同学。林天霸不语。林传雄打圆场。承泽，你家里没人，房子也破损了，要不先跟我们回去住吧？乱世团结，存活概率大些。你的机缘，我们会帮你隐藏。李承泽知道周家人值得信任，同意道：“谢谢叔叔收留。”承泽愿意一起回家。现在可是乱世，李承泽实力不强，有周家人守护，可以安稳成长。
他也可以借助重生信息差带领他们变强，在乱世站稳脚跟。不嫌弃，林传雄温和笑道：“家里有空房，多双筷子而已。”林天霸道：“不过程泽，你要老实点，不要对青青做什么，不然拳脚无眼，我会出手。谢谢，我一直都很老实。”李承泽道。林青青露出笑容：“承泽，你会什么功法？展示给我看看吗？”林天霸好奇道。李承泽掌握诸多修行功法，但在蓝星上很实用。想了想，李承泽道：“我现在只能施展战斗功法和技巧，其他功法需要修为上升才能释放，而且我需要学习过程。我不挑食，你会什么就施展什么。”行。李承泽演示了一遍龙虎拳、控鹤擒龙、蛇步霸王鸣、铁掌、林天霸、林传雄、林青青三人目瞪口呆。现在修行低，灵力少，这些只有部分形态，等修行高了才能发挥真正实力。李承泽道：“承泽，这些我们也可以学习。”林天霸目露期待：“是的，不过你们学习的比较慢，单是气眼诀恐怕要1个月才能入门。”青青学习用了多长时间？林传雄问。1天。李承泽道：“气眼诀学习时会排出身体杂质，所有经脉开脉完毕，就算入门。等回去之后，承泽你教教我们，可以吗？”当然可以。李承泽微笑道。接着4人交流了一会儿，李承泽收拾衣物和生活用品，装入行李箱，少收拾一点，要走路回去，大概1小时。林天霸提醒：“我有分寸。”李承泽点头，他装的主要是父亲遗物。收拾完，李承泽推着2个行李箱出来，有点多。林天霸挠头。李承泽道：“里面的东西大多是我父亲的，不取出来不占空间。关于父亲，他没多讲。”林天霸点头：“知道了。”李承泽推着行李箱，4人上路。李承泽已获阴阳霸体，力气不小，推着行李箱健步如云。电梯坏了，徒步下去。李承泽苦笑：“没问题，需要帮忙吗？”林青青道：“帮我拿1个行李箱吧。”可以，我来。林天霸主动扛行李箱，李承泽夹在4层，很快搬下楼。刚要出小区门口，3个异能者拦住了路，他们身旁堆着生活用品、食物，还有一个穿着短裙的妙龄女孩，被五花大绑，眼角噙泪。你们要离开，把行李箱和女人留下，才可以离开。为首的身材魁梧，上半身长青色毛发的男子嚣张道，他目光重点停留在林青青身上，不想死的话，就留下行李箱和女人。旁边一个瘦高男子道，他的双手是2柄锋利菜刀，真打起来，你们没有胜算。另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道，他说话时浑身肌肤变成墨黑色，宛若石头。我们来时可没看到这3个人。林天霸惊讶，没想到他们做起了生意，他很气愤，这些人竟让林青青留下。林青青攥紧粉拳，生气道，居然将女人也当成物资，太过分了。他同情地看了一眼被绑女孩。林传雄小声道，要不我们往回撤，翻墙离开，现在都是异能者，翻墙容易，现在可是乱世，医院系统崩坏，受伤等于慢性死亡。林传雄明白少管闲事的道理，要量力而行。林天霸思索后点头，我们撤吧。李承泽暗道，这叔叔和天霸兄对自己的实力一无所知，太谨慎了，他不认可这做法，而且对方盯上了行李和林青青，撤也会追来，与其跑不如战。叔叔，天霸兄，这样不妥啊。李承泽开口，语气失望。林青青、林传雄、林天霸3人都一愣，你们看，那里有物资，还有一个女孩，若我们揍了这3个异能者，拿走物资能用一段时间，这姑娘就放她回家，做个好事。李承泽目光狠辣地盯着物资，在乱世，物资有限，有钱都买不到。林传雄、林天霸闻言，眼神惊讶，李承泽哪有学生模样，简直是小魔头。林青青也愣住了，没想到文弱的李承泽有凶狠的面。现在有好心人帮我们将物资囤在门口，老爸、老哥，你们现在不拿，是想等对方囤多一点再去取吗？林青青眼中闪着光彩，这些家伙将女人物化，我忍不了，我要捍卫女异能者的尊严。林传雄看了看女儿和李承泽，动容道，是啊，他们将物资囤好，等我们去取，不去取，未免小气些。林天霸铁拳握得嘎吱作响，我感觉今天若不揍这3个混蛋，回家会后悔。李承泽露出笑容，是啊，易经有云，天欲不取，必遭天谴。你们在嘀咕什么？把行李箱和女人留下，没听到吗？青毛男子怒喝，他的脑袋变成一颗面目狰狞的狼手，眼中绽放猩红杀气。老大，这乳臭未干的小子说要谢谢我们帮他们囤物资，菜刀手吗？是吗？狼手男子怒吼，身体膨胀扭曲，青色毛发疯长。下一刻，他变成一头浑身长满青色长毛的巨兽青狼。嗷呜！巨兽青狼狼嚎，4肢攒动，杀向李承泽等人。拔蛋，我来！林天霸低骂，大手一张，将林青青、李承泽护到身后。身为长子，他本能要保护妹妹和同学。吼！猛虎怒吼响彻，林天霸身体前倾，双手着地，身形膨胀，白色毛发疯长，一阵破钵声，衣物碎裂，一头威猛巨兽白虎出现，咆哮着后腿一蹬，扑向巨兽青狼。巨兽白虎体型更大，阿正菜刀手吓了一跳，你的对手是我。林传雄一步踏出，身体闪过寒光，开始变化。3个呼吸间，他化为一柄闪烁寒光的巨剑，悬浮半空，剑尖指向菜刀手。嗡！巨剑发出嗡鸣，猛地刺向菜刀手，身体变成剑了。什么鬼？菜刀手吓到。一旁浑身铁皮的胖壮异能者铁拳对碰，剑起火花。我是最坚硬的，你扛得动我吗？他杀过去想抵挡巨剑。青青，你在此地不要动，我上去会这个铁皮异能者。李承泽大手搭在林青青香肩上，将他往后拉。林青青娇躯一愣，李承泽以脚踩蛇步杀出。林青青想到自己不强可能帮到忙，便按捺冲动，在一旁观望。他目光落在狼狈女孩身上，心中暗道：
找个机会摸过去，把他绳子解开。李承泽、林青青、林传雄、林天霸四人分工明确。嗷呜！巨兽青狼与巨兽白虎扭打，青狼利爪抓在白虎身上，抓出其长伤口，鲜血四溅。白虎趁机张开獠牙大嘴，咬在青狼脖梗上，用力加大咬合力。嗷呜！青狼发出呜咽痛楚声，大量鲜血从脖梗喷涌，染红白虎脑袋。血腥味激发白虎兽性，下口更重。林天霸本人愣住，对鲜血产生渴望和恐惧。杀人了，这念头涌现，让他害怕，但他不敢松口，咬得更用力。20个呼吸左右，巨兽青狼停止挣扎，倒在血泊中。林天霸停止撕咬，呆滞看着咽气的青狼，兽性让他本能舔舐敌人鲜血，有些心甜。青狼保持异化模样，为恢复人身，一声惨叫。菜刀手痛苦看着双手，他手腕有整齐切口，一双菜刀被砍落在地。我没有手了，他痛苦大叫。一旁，李承泽与铁皮异能者周旋，李承泽攻击无法造成伤害，好在他有步伐。铁皮人移动缓慢，李承泽能像遛狗一样周旋。铁皮人注意到同伴战败，倒吸凉气，妈呀，快跑！求生欲让他扭身就跑。蛇步控鹤擒龙，李承泽脚踏蛇步，诡异上前。李承泽双手使出控鹤擒龙，抓了铁皮人一下，让其身体一滞，然后右脚一合，将其扳倒在地。铁皮人叫喊，尽管他不感觉疼痛。这时巨剑杀来，狠狠斩在铁皮人手臂上，铿锵一声，火光四溅，铁皮人一条手臂被卸下。他发出撕心裂肺惨叫，鲜血直流，失去手臂，他完全没了战意，扶着手臂痛苦哀嚎。李承泽见对方失去战斗力，便没继续出手。林传雄也停下，他做不出杀人这事。危机解除，林传雄控制巨剑向远处疾行，去寻找衣物恢复人身。林天霸也从斩杀敌人的震撼中缓和不少，也离开去寻找衣物。现场只剩2个异能者的哀嚎。小区内，不少异能者透过窗户沉默看着。李承泽看了一眼断臂铁皮人，眼中闪过失望。可惜了，还没来得及讲话，叔叔就卸了他手臂，少了劳动力，这些物资怎么运回家？他揉了揉眉心，罢了，等下看看能不能搞到车。他扭头看堆积的物资，多而杂。李承泽目光落在林青青身上，他正在安抚一个小女孩，这女孩只比林青青、李承泽小2-3岁，依偎在林青青怀里微微抽泣。没事了吧？李承泽走过来问。没事了，她受了点惊吓。林青青安抚女孩一阵，示意她快回家。女孩表达感谢后，留下姓名和异能，她叫江小小。最后触摸了毛绒熊，异能是身体变成大玩具熊，无法移动，无战斗力。她只是下楼想去同学家，就被这3个异能者逮到捆绑。他们还扬言晚上要开荤，讲了很多恶心话语。江小小离开后，林青青扫视2个存活异能者，眼神嫌弃。这些家伙做打家劫舍勾当，不仅抢物资，还劫色，现在断手断臂，咎由自取。他低骂，上前踹了菜刀手一脚，赶紧滚！很碍眼，很聒噪。菜刀手怒吼：我已经没有手了，你们杀了我吧，给我个痛快！林青青一愣，滚蛋！我不想脏了我的手，赶紧滚！我滚你他奶奶的！菜刀手怒吼，站起来，身体狠狠撞向林青青。李承泽见状，大手一抓，将林青青娇躯抓到一旁，然后大脚将菜刀手踹到地上。让你滚，你就赶紧滚，不然我把你一条腿打断，让你留在这里等死。我告诉你，你留在这里别想痛快，我会折磨死你，还把你的断手塞你嘴里，让你吃，让你闭嘴。李承泽放出狠话，李承泽的话踩中他内心薄弱点，他感到害怕。他刚才癫狂想求死，但李承泽要折磨他。想到血淋淋画面，菜刀手怂了，爬起身灰溜溜离开。你也滚，不然我先把你老弟打死，折磨死你。李承泽对铁皮人道。铁皮人感受到李承泽狠辣，捡起手臂灰溜溜离开。场地狼藉血腥，一切都安静后，林青青娇躯发颤，内心害怕。他以前只在电视看血腥画面，现在身临其境，有种呕吐感。就在这时，一双大手捂住他的眼睛。林青青一愣，青青，别看这些肮脏东西，脑海运转气眼诀，静心修炼，不要被外界影响心态。李承泽温和提醒。李承泽是过来人，前世也害怕，但现在全球异能降临，是乱世，看别人流血总比自己流血好。李承泽已习惯刀尖舔血，而林青青还需缓解。林青青轻声道：承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他开始稳住心神，运转气眼诀，转移注意力，恶心感少了许多，状态稳定下来，这触感不错。李承泽刚才无意摸到他脸庞，感觉像触摸温热云朵，他身上还有淡淡处子体香。李承泽转头看青毛巨狼，暗道：不愧是林天霸，直接咬死了，但这相当于杀人，不知他心情怎样。一会儿后，林天霸和林传雄回来了，不过穿着怪异。林天霸裹着浴巾，里面塞黑色塑料膜。林传雄不知从哪整来一条被子，切割了几块套在身上。叔叔，天霸兄，你们这身行头太好笑了。李承泽笑道。林天霸神情凝重，还没缓过来，点头道：实在找不到衣服。林传雄道：勉强遮蔽身子，总比光溜溜好。另外2个异能者呢？逃跑了吗？林天霸问。我让他们滚吧。李承泽道。这2异能者已没战斗力，留着没用，省得碍眼聒噪，不怕他们记仇报复。李承泽摇头，他们没有那个实力。好吧。林天霸沉默。就算他们不跑，林天霸也做不出斩草除根，这对他艰难，需要适应期。林青青退出修炼状态，看到父亲和兄长，笑道：老哥老爸，你们穿得太搞笑了。林天霸挠头，外面赶紧回去换衣服，这衣服穿得难受。他在转移注意力，不去想咬死异能者的事。这些东西怎么办？林传雄问。林天霸道：这么多，我们拿不走，留给其他人用吧。李承泽心中不舍，在乱世物资宝贵，尽管林青青家有粮食，但迟早吃完，先囤着，未雨绸缪。他摇头，
不行，这些物资很重要，以后迟早会用上，囤在家里以备不时之需。承泽，你说的对，可是我们怎么运回家？林天霸眉头微皱，林传雄目光四处搜索，想找工具、粮食等重要。就在大家想怎么运时，不远处一个异能者走来，一双蒲扇般大的耳朵显眼。我有车，可以帮你们运回家。这异能者舔着笑容道。李承泽、林青青、林天霸、林传雄目光齐刷刷落在他身上，这正是到李承泽家闹事反被教训的那个。我有车，可以帮你们运物资回家，不过你们必须分我部分物资。大耳朵异能者说话时，大耳朵动了2下。林天霸看向他，你刚才偷听我们讲话，小声点。这不怪我，你们动静太大，讲话不遮掩，我不想听到也难啊。他指着一双大耳朵，这是我的异能，耳听八路。林天霸明白了，你小子记吃不记打是吧？林天霸怒道，有车不早点说，还想分我们物资？我跟你去把车开过来，你要耍花招，我就当场把你咬死。说着，他指了指青毛巨狼尸体。大耳朵异能者身体一震，神色无辜，看青毛巨狼尸体，他颤抖，心中害怕。什么？我只是想要一些物资而已，我开车送你们回去，你们分我点食物就行。家里面没囤粮，吃个1周我就得挨饿了。呵呵，林天霸笑了一声，揪了一下他的耳朵。你耳聋吗？听不明白我讲话吗？林天霸道，我说我和你一起把车开过来，然后我开车载我的家人和物资回家，你就留在这里。至于食物，我等下给你1瓶可乐，1包意大利面条。如果你口里面敢蹦出一个不字，我就将你咬死。这大耳朵异能者被林天霸震得身体颤抖。你这是强盗行为啊！大耳朵异能者不禁说道。你踹坏承泽家里的门，还没让你赔偿呢。林天霸道，这部车就抵消那扇坏门了，而且我不是抢，而是借。下次见到你，我就将你这破车还给你。说完，林天霸揪了揪他的大蒲扇耳朵。你听明白没？疼，听明白了。大耳朵异能者连连点头。那还不快带我去将车子取出来？大耳朵异能者在前面带领，引着林天霸到了一个废弃角落，取出一串车钥匙递给他。这是我的宝马，你拿去开吧，记得善待它。你他奶奶的，一辆破面包车，跟我扯什么宝马？林天霸服气了。好了，车钥匙我拿走了，那意大利面和可乐我给你扔在小区门口。林天霸夺过钥匙，启动引擎，将面包车开向小区门口。大耳朵异能者留在原地，眼神变得怨毒。真是该死，本来想趁机套一下你住处，现在计划泡汤了。林天霸开着面包车来到小区门口，老妹儿、老爹、承泽，这是刚那大耳朵家伙的车，我借过来用一用。那人心肠还不错。林青青微微一笑，是啊，那我们现在快点将这些食物装到车上，然后回家。李承泽道，他们才刚战斗完，将内心杂乱情绪压制下来，先忙正事。李承泽、林青青、林传雄、林天霸4人开始忙碌，将物资装到面包车上。小区内的其他异能者都远远看着，不敢靠近。很快，所有物资都被装到了面包车上。林天霸将1袋意大利面和1瓶可乐丢到了小区门口。出于人道主义，这点东西就留给那个大耳朵异能者。他的话逗乐了李承泽3人。好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林青青和林传雄都上车，李承泽没有上车，而是将目光落在了不远处的那头青毛巨狼身上。他死后并没有恢复人身，看着他，李承泽想到了一些前世在修行大陆上的记忆。这青毛巨狼算得上是一头品质不错的灵兽，灵兽死后有几率爆出内丹以及灵骨。他脑海中产生了解剖这头青毛巨狼的想法。前世他是散修，跟随猎兽队伍获取材料，内丹、灵骨维系生活。服用灵兽内丹可以提高修为，与未来金丹期凝聚兽类金丹有关，而灵骨则可以与身体融合，替换掉原来的人体骨骼，使得身体更加强壮。承泽，你在想什么呢？走吧，我们回去吧。林天霸厚重的大手搭在了李承泽的肩膀上。李承泽不舍得看着那头青毛巨狼。天霸兄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有点事情要做。你要做什么？我隐隐感觉这头巨狼的身体内有什么东西，我想要剖开看看。李承泽道。什么？林天霸满脸震惊，你疯了吗？承泽，这狼是人变的，身体里面能有什么？一堆肠子，还有一堆心血，恶心至极啊！车上的林青青和林传雄2人闻言，亦是微微皱起了眉头。剖开这青毛巨狼，这一过程注定是极为血腥可怕的。林传雄、林青青、林天霸3人都没想通李承泽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承泽，快上车吧，别做傻事。林天霸劝道。李承泽感觉自己的举动和想法对他们来说的确挺吓人，毕竟这才全球异化的第2天，许多人还无法接受一些残忍、血腥的事情。想了想，李承泽道：天霸兄、青青、叔叔，这确实是一件残忍的事情，你们可能无法接受，不过这么做我是有自己的理由。现在人多口杂，具体什么原因，等回家后我再告诉你们。无论是巨狼的毛皮，还是它的内丹、灵骨，这些都是稀缺的东西，在乱世初期，任何小资源都非常重要，所以李承泽坚持己见。林青青首先打破沉默，我相信承泽，就听他的，等回去以后他会告诉我们缘由。林传雄知道李承泽获得了一些机缘，有些神秘，点点头道，就依照承泽的意思来。行，林天霸同意道。承泽，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李承泽摇了摇头，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。对于解剖灵兽身体、割取材料这种事情，李承泽在前世已经练就了一身好手艺。李承泽到面包车上找了一些工具，刚巧这批物资里面有菜刀、西瓜刀、剪刀、尖刺，他将这4样工具取来，便到了青毛巨狼身前蹲了下来。林青青、林天霸、林传雄都将目光落在了李承泽身上。林天霸心中暗道，据我所知，高中生宰个鸡都难，这承泽他有什么能耐？小区高楼上，不少异能者在窗户处看着外面的一切，大家将目光都聚集在了李承泽身上。李承泽眼神坚定，开始挥舞手中的刀具，一点都不拖泥带水。刺来一声，他一刀到位，轻松解开了青毛巨狼的毛皮，
并沿着切角不断切割。很快，他将青毛巨狼的皮毛剖开，放到一旁。这血淋淋的画面可吓到了不少人，就连林青青也忍不住偏过头，不去看这残忍画面。这毛皮不错，若是做成大衣，应该值钱。林天霸开玩笑道：“这头青毛巨狼是他咬死的，相当于他杀人了。”他内心之中是有一丝恐惧的情绪的，但是看到李承泽竟然在做这种事情，不知为何，林天霸恐惧的情绪被压制下来。他看向李承泽，更是带有一丝的亲切感。李承泽将狼皮取下之后，用西瓜刀切开了青毛巨狼的肚子，那恶心巨粗的肠子令不少观众不敢再看。而李承泽则用西瓜刀在巨狼的身体内一阵捣鼓，大概是3刻钟的时间，李承泽头上都流下了热汗。而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坚硬的圆形物体，这正是我要找的。没想到这具狼竟然能够凝聚出内丹，这可真是稀罕。李承泽眼中闪烁着金芒，露出一抹笑容，他的大手往里头一掏，果然掏到了一枚指甲盖大小的巨狼内丹。这内丹有点小，不过蚊子虽小，但也是肉。李承泽道，然后他悄悄将这枚内丹夹在自己的手指缝里面取了出来，他不想让自己取到内丹的事情被其他异能者发现。接着，李承泽又在这青毛巨狼的身体上捣鼓了一阵，没有灵骨。李承泽闪过一抹失望之色，但这在他的意料之内，有一枚内丹的收获已经很不错了。李承泽快速调整了一下情绪，到旁边抓起一层泥土涂抹在自己的手臂上，简单处理一下手臂上的血腥，便带着青毛巨狼的毛皮回到了面包车所在的位置。搞定了吗？林天霸脸上带有一丝敬畏道。他刚才看到李承泽那解剖巨狼的手法，简直是非常娴熟，有点像庖丁解牛。这高超的手艺令林天霸佩服，就连林传雄看李承泽的目光都发生了改变。搞定了，李承泽道，我们回去吧。李承泽坐在最后头，远离林青青、林天霸、林传雄，以免恶心到他们。林青青虽然害怕，但她并不因此厌恶李承泽，主动坐到了他身旁，并取出一叠面巾纸帮助他简单清理一下手臂。林传雄坐在副驾驶，身为父亲，不知为何他竟有种吃狗粮的感觉。开车了，大家坐稳。林天霸打了声招呼，便启动引擎，车子上路。林青青帮助李承泽清理了个大概，并开玩笑说道：“得亏现在是乱世，不然的话，承泽现在你已经被抓到局子里了。”是啊，李承泽露出一个无辜的表情。正在开车的林天霸说道：“承泽，你小子心真狠啊！那具狼可是人变的，你居然一点都不怕，直接给他流利的剖开。还有啊，你那解剖的手也太精妙了吧！”最后，他重点询问道：“承泽啊，刚才你除了收获狼皮以外，还收获了什么东西呢？”问到这，林传雄一时感兴趣的说道：“是啊，承泽，你捣鼓了那么久，应该不只为了这张狼皮吧？”林青青一满脸好奇：“承泽，你说要给我们讲清楚的。”李承泽知道周氏3人很是靠谱，可以告诉他们秘密。于是李承泽抬起左手，并且一翻，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金色内丹出现在掌心上。这金色内丹看起来通体晶莹剔透，上面还散发出些许狼的气息。林天霸专心开车，他没有看，而林传雄和林青青2人却是都看呆了。承泽，这该不会是从那头巨狼肚子里面挖出来的？林青青吃惊道。林传雄一满脸惊讶：“承泽，我看到你在那巨狼的肚子里面一阵抖，是为了取出它吗？什么东西？”林天霸很是好奇，不禁扭头看了一眼。林传雄将他的脑袋摁了回去：“好好开车，别分心。”李承泽则开始介绍道：“这枚内丹的确是我从青毛巨狼身体内取出来的，这可是好东西。大型妖兽、灵兽身体内都有几率爆出内丹，服用它可以提高修行者的修炼速度，而且这内丹还和未来金丹期凝聚兽丹有关系。”林青青之前听过李承泽讲解修炼体系，所以他大致听明白了。而林传雄和林天霸2人对修炼并不懂，所以一副茫然的模样。什么修炼？凝聚兽丹？我听得有点糊涂。林传雄道：“承泽，你现在好好给我们讲讲怎么修炼以及它的相关体系吧。”于是李承泽并不藏私：“叔叔，天霸兄，我现在好好给你们讲，不过这可是大秘密，切记不要外传。别人若询问，你们就说是异能，不然被一些大家族或者大势力的人盯上，那可就不好了。到时候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将面临死亡的危险。”在李承泽的印象中，他所在的市级城市里面便有2个强大的家族，以及一个在乱世中生长出来的大势力。这仅仅只是一个市级城市的势力，整个龙国盘踞的势力错综复杂。现在李承泽还没发育起来，不能够招惹大人物的注意。李承泽说这一席话的时候，神色认真严肃。林传雄和林天霸2人闻言后，神色一跟着变得严肃。林青青道：“放心吧，承泽，我爸和我哥不是那种长舌妇人，他们绝对能够守口如瓶。”林天霸保证道：“承泽，放心，我不是那种守不住秘密的人。对了，这好像有行车记录，下车我就砸了他。”林传雄道：“承泽，你叔叔什么为人，你还信不过吗？”“我相信大家。”李承泽点点头，接着开口说道：“根据那位先人前辈的指引，这修炼刚开始主要是练体、练气分为9层，前3层主要修炼龙虎拳，中3层修炼控鹤擒龙，后3层修炼举重若轻、举轻若重，而气眼诀这呼吸之法则贯穿所有的修炼。在修炼龙虎拳、控鹤擒龙、举重若轻、举轻若重的时候，若还有余力，可以修炼一些与修为相匹配的功法诀，比如练气4层的时候，可以修炼火诀，借助灵气凭空生火。练气9层之后便是筑基期，主要是夯实基础。筑基期除了要继续练气、练体以外，还要多多学习功法、法诀。接着便是金丹期，若是传统的修炼下去，可以结出元丹。若修炼过程与动物有太多瓜葛，比如服用诸多灵兽、妖兽的内丹，身体骨骼还替换为了灵兽之骨，则可以结出兽丹。若与植物类的灵兽、妖兽有太过关联，则结树丹。与器具方面有契约，则可以结气丹。结丹方式有很多，不过这些都太过遥远，具体的话
等到遇到那位指引我的仙人，他才会继续告诉我。所以我现在也不清楚，只能够脚踏实地先修炼下去。李承泽很是认真将修炼体系讲了一遍。林天霸和林传雄认真听讲，消化吸收后非常震惊，对李承泽更是佩服。我听明白了。林天霸点头道。林传雄满脸认真向李承泽说道：学无长幼，达者为先。看来承泽你接下来一段时间要担任我们一家人的老师，教我们修炼了。李承泽闻言，顿时感觉自己的肩膀上无形之中多了一些重担。我会加油的，好好带大家入修行之门。李承泽满脸认真回复道。林天霸打趣：交给你了，承泽老师。林青青微微一笑：承泽老师加油啊！这时林天霸问道：承泽，那头巨狼里面爆出了一枚内丹，那我若是变成巨鬼，并将我打死，我体内会不会也爆出一枚内丹呀？不止。李承泽道：不止。林天霸惊讶：天霸兄，你可能除了会爆出内丹以外，还可能爆出灵骨。李承泽道。接着他又将灵骨的事情讲了一遍。林传雄、林天霸、林青青三人都听得津津有味，更加向往修炼了。林天霸笑道：看来我得保护好自己，少动用这个能力，以免被别人杀掉，然后取丹取骨。不，李承泽摇了摇头：天霸兄，你应该变得更加强大，将那些觊觎你内丹、灵骨的人全部都打死，并掠夺走他们的机缘宝物。林天霸闻言后，眼中闪过一抹金芒，大笑一声：哈哈，好，承泽，你小子可真爷们，符合我胃口，不搞基。李承泽打趣道。在谈笑声中，这辆面包车很快到了周氏一家人所住的小区。他们一家人住在别墅区里。林天霸将面包车开到别墅院子里，里面的李寒梅听到动静，开门迎接。而此时，林天霸将行车记录仪一把拽了下来，扔在地上，大脚直接将他踩得粉碎。妈！林青青喊道，向李寒梅扑了过去。是青青啊，你回来了！李寒梅开心，一把接过了林青青，和她拥抱在一起。李承泽看了过去，同时看清楚了李寒梅的模样。这是一个40多岁的妇人，保养得很好，皮肤白皙，满脸慈爱，她的身材看起来不错。除此之外，李承泽还从她的行为举止中感到了一丝英姿飒爽。母女两人激动拥抱之后，李寒梅的目光落在了林传雄和林天霸身上。你们是不是又忘记了释放异能前先脱衣服？看看这穿的不男不女都是什么？快去屋子里面把衣服换。说完，李寒梅的目光交替落在李承泽以及旁边的面包车。这孩子是谁啊？青青，这是你同学吗？还有这辆面包车怎么回事？他的目光落在李承泽身上的时候，李承泽明显感觉到了一丝敌意和警惕。妈，我们先进屋子，等下给你说清楚。林青青道，并拉着李寒梅进入屋子内。李承泽跟着走进装修的豪华大气的别墅。妈，我带承泽去清洗下手臂。林青青打了声招呼，带着李承泽来到洗浴室帮助他清洗。谢谢。李承泽谢道。不用谢。林青青微笑道，承泽老师，以后还要靠你教我修仙的。行，我给你开小灶。李承泽开玩笑道。接着他神色变得正经起来，压低了声音，承泽，对了，我要提醒你一下，我妈这人不喜欢我早恋，不喜欢我过早和异性亲密接触，这是我第一次带异性同学回家。我相信你可以应付我妈的。李承泽闻言，感觉自己头大，该如何应付你妈？就像你对付我爸和我老哥那样，拿出自己的实力，证明自己是一个很有用的人。林青青道，我妈讨厌满嘴空话的男人。李承泽心中恍然，林青青的妈妈应该是害怕林青青遇人不淑，遇到了一些鬼混、满嘴谎言的男人，所以不允许林青青早恋。我知道接下来自己只要表现得有内涵一点，有能力一点，有担当一点，那么林青青的妈妈肯定不会过多为难自己。林青青带李承泽来到大厅的沙发上坐下，李寒梅准备了一些点心、水果款待李承泽。林传雄和林天霸去清洗更换衣服，气氛有些尴尬。李寒梅主动问，青青，这是你同学吗？林青青道，是啊，他是我的同学李承泽，全球异能降临的时候，我就是他家找他的。李寒梅目光落在李承泽身上，承泽啊，全球异能降临，你喊青青到你家做什么？他又看向林青青，青青，全球异能降临这么危险，承泽喊你去你就去，你们俩人该不会有什么秘密吧？放心吧，你妈我是开明的人。这林青青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李承泽微微一笑道，阿姨，你说对了，我和青青之间的确有一些秘密，他已经想清楚，要将自己的诸多秘密讲出来，与周家完全绑定。你和青青真有秘密？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李寒梅眼中爆射出一阵金芒，她没想到自己的宝贝女儿竟然瞒着自己偷偷谈恋爱。什么？李承泽愣了一下，他没想到林青青妈妈所言的秘密竟然是关于男女恋爱的秘密。你没有和青青谈恋爱吗？不然青青怎么会去你家找你？李寒梅说道。在她看来，年轻一代的爱情总喜欢共生死。李承泽摇头，阿姨，你误会了，我和青青是比较好的同学，并没有谈恋爱。她来找我是因为我手上掌握了一些让人类获得强大异能的秘密，现在青青和我都已经获得了强大异能。李寒梅愣了一下，妈，你想什么呢？林青青微微红着脸，我没有和承泽谈恋爱，我去找他的确是因为他拥有一个大机缘秘密，可以帮助我获得强大异能。原来是这样。李寒梅尴尬一笑，那秘密是什么秘密？李承泽道，这秘密等叔叔还有天霸兄过来的时候，我再讲一遍。一会儿时间过去，林天霸、林传雄两人走来客厅坐下，一家4口人，再加上李承泽，5人围坐。李承泽道，叔叔、天霸兄、阿姨想要了解一些我关于异能方面的事情，所以趁着现在大家在场，我就再讲一遍，可以？林传雄道。李承泽开始侃侃而谈，
将睡梦中那位神秘仙人的指引的事情讲了出来。而后他又讲了自己触摸了林青青，以及教他气眼诀、龙虎拳的事情。李承泽又讲述了一遍关于修行的一些体系以及功法，并且承诺会教学他们学习气眼诀。一番交流下来，李寒梅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，她眉头微皱，因为自己的女儿和这小子竟然彼此触摸，但事情已经发生，无法改变。李寒梅的目光带有审视，落在李承泽身上，在不断打量下，李寒梅感觉李承泽的外表还行，谈吐间的逻辑性强，还有仙人引路、机缘缠身，这孩子似乎也不错。只不过李承泽看起来有些清瘦，李寒梅心中暗道，得让这孩子多吃点。李寒梅对修仙一事非常感兴趣，修仙是不是意味着长生？以后我们可以长命100岁，活到100岁、200岁，而且身子骨还硬朗吗？李承泽点点头，是啊，修为高，寿命自然也会跟着提高。若是有方法搞到一些长寿丹、驻颜丹，还可以永葆青春。听完之后，李寒梅更加感兴趣了，那真是太好了。李承泽费了一番口舌，让周氏一家人掌握了修仙方面的知识点。而后，李承泽神色变得无比严肃，这事情很重要，是大机密，若是泄露出去，可能会引来别人的觊觎，导致被追杀。所以你们一定不要说漏嘴，如果有人询问，就全部当成异能解释。大家明白了吗？林传雄道，承泽所讲很有道理，修仙可是大机缘，若是别人知道了，肯定也想修仙，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强大的异能者向我们讨论修仙的方法，我们若是打不过，肯定会成为鱼肉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守口如瓶。林天霸点头，这个放心，我会守护好嘴巴，不会讲出来的。李寒梅表情认真，无论我们谁，只要有一人泄露，其他人都可能会被危险缠身，所以不只是我，大家都一定要保护好这秘密。林青青道，我会好好守护这秘密，只有我们一家人悄悄修仙，稳稳发育。他们一行5人谈论的时候压低了声音，到了最后，大家都达成了共识，表示会好好守护好这秘密。见大家众志成城，李承泽心中非常满意，他便这般顺理成章融入了这一家人之中。老妈，外面面包车里面有很多物资，等下我们得去整理出来。林天霸道，林传雄道，在这乱世，各种物资都稀缺，所以一丁点都不能浪费。李寒梅道，好的，现在大家先吃饭，等吃完饭再去整理这些物资。对了，承泽，等下阿姨给你打扫个房间出来，你就好好在这里住下。谢谢阿姨。李承泽感谢道。5人来到大别墅的就餐区，开始吃团圆饭，桌上的菜很丰厚。李承泽和林青青2人由于修炼气眼诀、龙虎拳的缘故，身体内的能量消耗很大，再加上在李承泽家里只吃了泡面，这些美食都很鲜美好吃，所以2人不顾形象大吃特吃，这可把李寒梅、林天霸、林传雄3人给看呆了。承泽啊，青青啊，你们俩慢一点。李寒梅提醒道，被2人的食量吓了一跳。李承泽边吃边说道，阿姨，不好意思，我和青青修炼气眼诀以及龙虎拳，身体消耗大，所以食量会变得大一些。以后叔叔、阿姨、天霸兄你们开始修行以后，食量也会变大，吃饱这是炼体的一大要素。林青青微微红着脸，是啊，修炼完之后的确容易感觉到饥饿，吃饱了才有力气修炼。李寒梅等人明白了过来，一家人便这样将饭吃完。吃完以后，5人开始整理房间，收拾物资。食物里面有调料、面条、面粉、酒水、饮料等。他们商量先把短期内容易过期的肉类食物先吃完，而用不上的物品暂时囤放在杂物房间里。李承泽的房间也收拾了出来，房间挺大。对于这个新房间，李承泽感觉挺满意的。他在大小、装修、摆设的方面都比李承泽原本的家要好很多。以后这里就是我的家了。简单的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行李，李承泽来到了大厅处。林青青4人已经在这里等待他许久。承泽，快来教我们修炼吧！林天霸有些迫不及待地说道。林传雄和李寒梅2人亦是向李承泽投射过去感兴趣的目光。李承泽道，好的，没问题。先前已经给大家讲过修炼体系，接下来先给大家讲讲气眼诀的相关理论知识，而后再手把手教大家修炼。林天霸道，没问题。承泽小老师，李承泽开始教学道，修习气眼诀主要是为了感受并截取天地间存在的一缕灵气，你们要尝试截取到这一缕灵气，接着操控它，随着自己身体的周天运转，开始打通自己身体身上的脉络。堵塞的经脉被打通之后，身体会排出一些杂质。在未来，我们持续运转气眼诀，这些灵气将持续在我们身体内流转，并滋养我们的身体，还可以存储下来。讲完理论知识后，李承泽开始传授口诀道，接下来我传授大家气眼诀的相关口诀，这口诀大家只能够记录在脑海中，不能抄写在纸上。气眼诀是天地灵气，盘坐凝心，松静自然，唇齿亲和，呼吸缓解。李承泽将口诀传授了一遍后，观察3人的神色。林传雄皱着眉头，对口诀内容不大理解，并且背不住。李寒梅亦是皱着眉头，一副不解的模样。而林天霸，他竟然闭上了眼睛，隐隐有要睡着的意思。嗨嗨，天霸兄，你在干嘛？李承泽干咳一声，唤醒了林天霸。林天霸恍然过来，连连晃了晃脑袋，驱除了睡意。他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这好口诀，让我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，提高了我的睡眠质量，让我差点给睡着了。”李承泽闻言后，嘴角抽动了一下，被这林天霸给逗乐了。的确，好书好知识能够提高人的睡眠质量。李承泽说道。接着他说道：“大家不理解口诀，无法记忆这些口诀，这都是很正常的。只要1个月的时间，大家应该就可以感受到天地间存在的灵气。”林天霸闻言后，不禁问道：“1个月的时间才只能够感受到天地间存在的灵气，那什么时候才能够截取这一缕灵气？”林传雄接着问道：“需要多久才能够完成开麦？”李承泽露出一抹苦笑道：“感受灵气1个月，截取灵气半个月，开麦半个月，所以一共需要2个月。当然，这是你们要认真一点的前提下。”林天霸皱着眉头问道：“
承泽小老师啊，为什么我们需要2个月时间？可是我老妹只用了1天就完成了开麦啊！李承泽道。因为青青和我一样，都拥有阴阳体质，这种体质很容易修炼，容易感受到天地灵气，所以我们2人的速度相对快一些。林青青微微挺起胸脯道：“老哥，你把我当成酒囊饭袋了吗？拥有阴阳体质，我的修炼速度当然快。好吧，这阴阳体质真好啊。”林天霸眼神中流露出一抹羡慕之色，不过前期的战斗力还是太低了，不如天霸兄你们。李承泽道：“等我和青青成长起来以后，一定会帮助你们，让你们也更上一层楼。”好了，林传雄适时打断了聊天，道：“承泽小老师，我们现在开始修炼吧，不要聊一些无关修炼的话题。”李承泽点点头，道：“对，大家要心无旁骛，好好修炼。”林天霸摸了摸自己的鼻尖，道：“好吧，好吧，我现在闭嘴，不多嘴了。承泽小老师，我们开始修炼气眼诀吧。”李承泽点点头道：“旋即，李承泽开始讲解气眼诀的相关知识理论，并且逐字分析，帮助林天霸、林传雄、李寒梅3人理解。而林青青也在一旁认真听讲着。便这般1夜的时间过去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林传雄和李寒梅这夫妻小两口都无心进行一些男女之间的交流，他们居然开始交流起气眼诀了起来。在林天霸的房间内，他躺在床上，口中低喃着气眼诀的部分口诀。睡前温习了一遍。李承泽在自己的房间内运转着气眼诀，然后他进入了梦乡。林青青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内，意识躺下就去，运转了几下气眼诀，他便睡着了。次日，周氏一家人将大门紧闭，一家人待在别墅内继续修炼着。李承泽很是忙碌，他除了要教林传雄、林天霸、李寒梅3人学习气眼诀以外，李承泽还要教林青青学习龙虎拳，帮助他练体练气。由于别墅内储存了不少吃的喝的，所以他们一家人都不用出门寻找食物。期间，李承泽还跟周氏一家人开了个小会，提到了停电停水的问题。关于生活用水，这别墅内有个泳池，还有不少水桶、水盆、水瓶，能存一点是一点。而生活用电的话，别墅内有发电机，可以支撑一段时间。他们要一边修炼，一边留意用水、用电、食物方面的事情。时间一晃，便是3天的时间过去了。这一天，别墅停电了，不只是周氏一家，周围的小区、别墅区全部都停电了。好在他们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发电机，可以勉强供电，维持生活。接着4天的时间过去，整个别墅区以及附近的小区全部都停水了，那水龙头再也滴不出半点水来。这7天的时间，李承泽、林传雄、林青青、林天霸、李寒梅5人都待在别墅区，每天修炼，没有出门。家外面时不时会传来战斗爆发时的动静，但是他们一家人都很稳健，丝毫没有出门吃瓜看戏的意思。林传雄、林天霸、李寒梅3人已经领悟并且能够背诵气眼诀了，他们现在的修炼阶段就是感悟天地间存在的那一缕灵气。而林青青这边，她学习龙虎拳的速度很快，基本已经学会了。现在林青青需要每天练拳，持续练体练气。她和李承泽2人的食量很大，别墅内储存的食物消耗得很快。随着一家人的持续修炼，别墅内的物资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耗掉，原本足够一家普通人吃上2个月粮食，现在仅仅只是1周多的时间，便已经快消耗干净了。时间流逝，一晃又是2天的时间过去了。林天霸、林传雄2人找到李承泽，跟他提出想要出去寻找生活物资的想法。这段时间的学习相处，李承泽一直扮演着老师的身份，使得他的地位无形之中提高。在周氏一家人之中，李承泽已经拥有了不小的话语地位。李承泽拒绝了林传雄和林天霸的提议，并让他们好好修炼，抓紧让自己变得更强。林传雄和林天霸同意下来，继续好好修炼，并咬紧牙关，勒紧裤腰带过日子。而与此同时，在吉祥小区内18栋一层，一团巨大的肉瘤怪物正在疯狂进食。这团肉瘤怪物足足有1间卧室大小，浑身长满了大小不一的肉疙瘩，看起来很是恶心。它的2条腿以及1双手看起来就像是4条粗细不一的触手，没有线条纹理，很是怪异。在这怪物的身前堆放了一些冷冻肉、巨兽尸体，甚至还有异能者的尸体。怪物的脑袋上长着一大一小2张嘴，这2张嘴里面时不时吐出宛若长蛇一般的长舌，抓起一块肉塞到自己的嘴中，并快速撕咬吞入。在这团怪物身旁，上官春露出一抹癫狂的笑容，道：“爸妈，好吃吗？这世界上有这么多异能者，以后我们家不缺肉吃了，哈哈哈哈！”说着的时候，他还大笑了起来。孩子，这些肉真好吃。这团怪物的大嘴发出诡异的人声，说道：“孩子，你真有孝心，妈妈很开心。”怪物的小嘴啃食着大拇头，一边夸赞道。上官春笑道：“爸妈，我的异能能够让我吸收死掉生物身上的死气，并壮大自己。而这些异能者死掉后堆积起来的肉，刚好可以成为你们身体的养料。只要我们将这个小区的异能者全部都杀干净，我们肯定可以变得更加强大。”上官春说着的时候，脸上的笑容愈发的癫狂。怪物的大嘴说道：“我们这18栋还有多少户人家，还有多少个异能者？”上官春说道：“我们18栋一共有21层，6层以下的异能者已经全部都清理干净，有用的物资我全部都搬到1层了。爸妈，你们现在的身体太大，上楼不方便，你们就在这里堵着，不让他们下来就好。这些异能者，除非是插上翅膀
不然他们是逃不掉的。我会一一上门掠夺他们的物资，遇到部长眼了，我就直接当场把他们做掉。上官春说着的时候，眼中闪过一抹毒辣的光芒。这段时间，上官春的爸妈实在是太过饥饿，父母饥饿，自己没有渠道找到食物，再加上周围的邻居已经发现了自己的父母变成了怪物，全部都充斥了非议。除此外，还有周围不断发生的战斗以及抢劫等事情不断发生。上官春最终忍无可忍，带着父母一起杀了出去，开始入侵同栋大楼的其他异能者家里，掠夺他们的物资。不打不知道，一打吓一跳。上官春发现自己配合自己的父母，战斗力变得很高，轻松打败其他异能者。于是他们便一层一层的入侵，将其他异能者驱赶走，甚至打死，掠夺走他们的物资。现在上官春已经清理了4个楼层的异能者，并堵在整栋楼的一层，不然其他异能者逃跑。这团怪物的大嘴开始蠕动，这是父亲上官带刀用来说话的嘴巴。他说道：“孩子，你放心，你爸妈在这里堵着，没有异能者能够跑出去。往上的楼层，那楼道实在太过拥挤，我们若上去，整栋楼会坍塌。所以，孩子啊，剩下的交给你了，但你要小心一点，生命最重要。要是打不过，你就跑下来。”怪物的小嘴接着开始蠕动了起来，这代表着上官春的母亲陈叔在说话。他说道：“孩子，听你爸的，凡事小心点，保命最要紧的。你打不过，一定要跑下来，爸妈可以保护你。”看着眼前这团丑陋巨大的怪物，上官春眼中充满了阴鸷，点点头道：“放心吧，爸妈，我有分寸的。”接着他又去打开卧室房间，看了一眼里面的其他物资。这卧室里面主要堆放了一些桌椅、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，应有尽有。生活中只要你想用的，比如牙刷、牙膏、打火机、蚊香等等，都可以在这个房间里面找到。看了一眼后，上官春感觉有种成就感。接着他又去另外一个房间看了一眼，这房间内堆放了一些玉器古董，以及一些现金、黄金、电脑、手机，这些东西具有收藏价值，不知道在未来有没有用，先留着吧。上官春低喃一声。逛了一圈之后，上官春感觉内心的物欲感得到了满足，然后便出门去陪伴自己的父母。守在一层，他并不着急一下子杀到5层、6层、7层，上官春需要调养一下，然后在天黑的时候，趁着楼上的住户放下警惕的时候再杀上去。另外一边，李承泽所在的别墅区内，此刻李承泽、林天霸、林传雄、林青青、李寒梅5人围坐在客厅内，他们5个人正在开会商讨粮食一事。李寒梅有些担忧地说道：“现在家里的粮食已经不多了，省着点吃，只能够再吃2天半了。”林传雄道：“现在没有超市，根本买不到食物，怎么办？”林天霸挥了挥自己沙包大的铁拳，说道：“抢！现在我们只能够去抢别人的物资了，就像当初在承泽小区门口那样，直接抢走。”林天霸的话让林传雄、林青青、李寒梅、李承泽都产生了共鸣，都觉得此法可行。可是我们去抢谁家的物资？林青青道：“若是不分青红皂白，随便去抢别人家的食物，这未免太过不道德。”林传雄看向李承泽道：“承泽小老师，你一脸淡定，似乎胸有成竹，你有什么办法？”随着林传雄讲完，李寒梅、林青青、林天霸3人都将目光落在了李承泽的身上，想看看他有何见解。是啊，承泽，林青青开口说道：“这几天我看你一点都不发愁，难不成你早就已经有什么主意了吗？”李承泽开口说道：“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搞到食物，那是一个仓库，里面囤放了许多物资。现在全球的人类都拥有了异能，我们要拿下这个仓库，要拿走这些物资，就需要战胜这些异能者，有一定的风险，大家需要做好战斗的思想准备。”李承泽说着的时候，神色变得认真严肃了起来。仓库，林青青有些不解道：“什么仓库？我们怎么都不知道？”是啊，承泽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仓库的？林传雄一时将自己不解的地方提了出来。李承泽开口说道：“在异能到来的那一天，我便开始观察我们附近各大超市的动向，其中有一家名为永辉的超市，派出了多辆货车，载走了超市内大量的存储物资离开。于是我就叫了辆出租车，悄悄跟了过去。我发现这永辉超市将大量的物资都囤在了郊外的一个隐秘仓库。除了内米花街道的永辉超市将物资送往这处仓库以外，我还发现其他一些自营批发仓库都将物资转移了过去。所以，我们只要拿下这个仓库，就拥有吃不完的食物，还有用不完的物资了。那位置我已经记下来了，我们可以搞一波。”李承泽讲完之后，林天霸、林传雄、林青青、李寒梅4人明白了怎么一回事，知道了李承泽的想法。林天霸眼中闪烁着金芒，说道：“若是能够拿下这个郊外仓库，那我们家大半辈子不愁吃穿了。”林青青白了哥哥一眼，道：“老哥，食物都是会过期的，最多只能够吃个几年。”林天霸一拍脑袋，说道：“是啊，那先吃个几年，到时候再想办法搞食物。”接着，林天霸压低了声音说道：“不过话说回来，承泽不是说过，仙人预测过我们这个蓝星会和一块修真大陆融合吗？到时候现在先填饱肚子，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到那块修真大陆上，再根据当地当时情况想办法解决。”天霸说的对，林传雄点了点头道。接着，林传雄开始询问一些信息，他问道：“那郊外仓库距离我们这里远吗？”李承泽道：“大概是30公里的路程。”林传雄想了想，说道：“若是能够拿下那个仓库，我们直接定居在那仓库，还是要将物资拉回来。”李承泽回复道：“那仓库是个烫手的山芋，我们不能接管，我们就取走足够自己生活的物资就够了，多的我们不要，所以我们得将物资拉回来。”林传雄点了点头，表示明白。问了几个关于仓库信息方面的问题后，林传雄开始重点询问一个关键问题，他问道：“可是承
程泽，你说的这是一个大仓库，里面肯定有重兵把守，我们一家人加起来才5位异能者，如何取胜？林青青附和说道。是啊，该怎么拿下他？我们不知道这仓库的异能者实力如何，若是贸然前去，恐怕有生命危险。李寒梅亦有些担忧地说道。万一我们有谁受伤了，可就麻烦了。现在没有什么诊所，更没有什么医院，受伤严重点就是慢性死亡。李承泽知道大家会担忧，他故作高深，说出2个字道：游击。游击。林传雄、林青青、李寒梅、林天霸4人将目光都落在了李承泽身上，等待他讲一下该如何游击。该如何游击呢？林传雄、林天霸、林青青、李寒梅开始思考了起来。想了想以后，林青青说道：承泽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实地考察一下仓库以及附近的地形，然后观察一下有多少异能者的数量，最后再来制定计策。林天霸道。青青说的有道理，不过承泽小老师，我想听你讲一下关于游击的计谋策略。李承泽点点头，说道：青青的话的确有道理，不过我所讲的游击是拿下这仓库最好的方法。承泽，你说来听听。林青青目光灼灼，说道。李承泽开口说道：叔叔、阿姨、青青、天霸兄，我们只有5个人，整体战斗力肯定比不过一整个仓库的异能者，但是我们单兵作战能力强，尤其是现阶段，叔叔和天霸兄2人的战斗力强悍，可以一个人战胜多个异能者。我们去仓库闹事，时不时给他们搞个破坏，时不时打伤几个异能者，打一枪放一炮就立刻转移，持续游击，让这仓库的掌权者感觉到头疼，让他们感觉到我们拳头硬，感觉到我们难缠的时候，我们再给他们留下字条谈判，进行威逼利诱，告诉他们给我们一些粮食，我们就不闹事，否则我们不仅要闹事，还会将仓库的事情给用力抖出去，到时候这家仓库的事情可就人尽皆知，他们是保不住的。李承泽将自己的计划讲了出来。林传雄点点头，说道：承泽小老师，你的法子不错，只要这仓库没有那种很强的异能者作战，我们确实可以跟对方打游击，消耗他们，折磨他们。林天霸摩拳擦掌，开口说道：嘿嘿，我刚巧想看一下我现在的战斗力水平怎么样，这次的游击战是对我实力的最好检测。林青青点点头，道：这个游击计策可以，我们先行试探一番，确认没问题后，就照承泽所讲，威逼利诱，让对方给物资。李寒梅在一旁认真听讲，连连点头，表示同意。不过李寒梅还是有些担忧，开口说道：要是遇到危险，大家一定要第一时间跑掉。现在是乱世，没有医院、诊所，大家一定要尽量不受伤，完整的回来团聚呢。生命比物资更加重要。众人闻言后，皆是点点头，连连表示自己会注意生命安全，不冒失。林传雄问道：承泽，我们哪时候出发？去碰一碰这仓库？李承泽道：我们今天就过去，如果顺利的话，我们今天就可以搞到物资。好，林传雄点点头，表示同意。家里的物资都几乎快消耗完了，若是不尽快搞到物资，他们不仅填不饱肚子，还不能够持续修炼了。林天霸一说道：可以，就今天，我来开车，我们早点搞到物资。林青青和李寒梅2人一时表示没有异议。那我们现在出发吧。李承泽开口说道：这郊外仓库规模庞大，每个点肯定都有异能者看守，但是这些异能者都不强。李承泽一行人的异能都算是比较强大的，完全可以应付，到时候只要随便突破一个点，都可以得到不少粮食物资。现在我们大家先去换一些衣服，并携带一些合适的衣物、水、食物。接着李承泽说道：走。一家人开始风风火火忙碌了起来。临走前，林青青找到李承泽，并跟他说道：承泽，这家里要不要留个人看守？不然我们离开后，这家里有其他异能者闯入，可就不好了。仔细思考了一番后，李承泽拒绝了。他开口说道：家里只有一些生活用品，没什么物资了，若是别的异能者入侵，他们也得不到什么东西。要是他们想要占领我们的家，等我们回来以后，就让这些入侵者付出惨重的代价。而且我们回来以后，还会带回来一批物资，足够我们继续生活下去。林青青觉得有理，便同意道：行，承泽，我听你的。接着由林天霸当司机开车，众人纷纷落座，一家5口人整整齐齐乘坐着面包车开始上路了。前往郊外仓库的路程大概有30公里。李承泽记不得前往的道路，但是他提前做好了准备，早在自己的手机地图软件上下载了一些离线数据。这辆面包车疾行而起，路上遇到了不少障碍物，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林天霸便会化身为巨兽白虎，快速清理废弃的障碍物。除此外，竟然还有一些异能者企图拦车。林天霸和林传雄2人都不是好脾气，直接使用异能威慑这些拦路的异能者。一路上磕磕碰碰，原本需要40分钟的路程，林天霸等人硬生生是耗费了2个半小时才到达这处郊外仓库。为了保险起见，这面包车被丢在了平远的半道上，然后他们一行人用2条腿行路，悄悄摸到了这仓库附近。这仓库很偏僻，在山间的一块平原上，周围都是荒山野岭，就它突兀地建立在人造平地上，一栋栋高墙将仓库完美的守护了起来，让它与世隔绝。远远的看过去，还能够看到好几个异能者在仓库高墙外围游走，似乎在巡逻着些什么。林传雄道：这仓库看起来挺废弃的，应该是全球异能降临，所以临时启用的。李承泽说道：就因为它的位置偏僻，不易被发现，所以这里才会被启用来存放各种物资的。李寒梅有些气愤地说道：这些人真是过分，我们这些老百姓都要饿死了，他们却将物资囤起来，企图发一场横财。林青青轻轻拍了拍李寒梅的肩膀，开口说道：妈，这很正常，就像我们有一些修炼的功夫，也不会拿出来分享给别人一样，每个人都想发财，
都想变得强大，这就是人性。李承泽适时的开口说道：“我们等下直接上去闯大门，将那看守大门的异能者揍一顿后，留下一封信，我们便转移。”李承泽等一行人在家中的时候，已经写好了一封信。这信中内容让这仓库的老板在今天之内准备1卡车的物资，否则的话，他们会持续闹事，并将仓库的事情泄露出去。林天霸数了数看守大门的异能者，开口说道：“对方有10人，我们有5人。若是打起来，对方赶过来的异能者会越来越多，所以我们得速战速决。”林青青问道：“承泽，我们要下死手吗？若是将这些人打死，恐怕与这仓库结仇。”李承泽想了想，说道：“威慑一下就好，对他们造成皮肉伤即可，不要打残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，没必要展开杀戮。”他们5人又临时交流了一番，根据眼下的情况调整了一下策略，确认无误后，林青青留下来当后勤，她战斗力最低，不参与战斗，主要负责观望总体情况，并接应大家。这次负责战斗的人主要有李承泽、李寒梅、林传雄、林天霸4人。青青，我们要出手了，你保护好自己。李承泽温声道：“青青，照顾好自己。”林天霸、林传雄、李寒梅3人也关心了一下林青青，放心吧，我会保护好自己。林青青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可不是3岁小孩。”旋即，李承泽、林传雄、林天霸、李寒梅4人不再墨迹，直接大摇大摆跑了出去。在跑出去的同时，他们开始释放身上的异能。后，一声呼啸之声响彻起来，林天霸的身体开始膨胀、扭曲起来，顿时变得无比巨大，并且伸长出巨长的毛发。当时，一头威风凛凛的巨兽白虎出现在众人面前，并且朝着仓库的安保大门杀了过去。铿锵，一道巨剑嗡动的声音响彻起来。林传雄长得笔直的身体，竟然变成了一柄巨剑的模样。寒光四射，一旁李寒梅的身体意识发生了改变，一道狂霸的气息从身上绽放出来，李寒梅变成了一柄狂霸的宝刀，巨大的寒剑与巨大的宝刀漂浮在半空中，伴随着巨兽白虎杀了过去。李承泽，他脸部蒙着面，迈着诡异的蛇步，亦是杀了过去。仓库安保大门处，为首的一个中年壮汉，手上纹着一条龙，他看到巨兽白虎、巨剑、巨刀一起杀了过去，不禁吓了一跳，骂道：“有异能者杀过来了！”大家提起精神，准备迎战。说着的时候，这中年壮汉的身体开始变得诡异了起来，他的2条手忽然变长，并且变得扭曲起来，转化为2条狰狞的黑色长蛇。一起上！中年壮汉大喊道，杀了出去。现场顿时变得混乱了起来。远处的林青青见状，表情有些担忧，低喃道：“希望大家顺利，希望大家没事。”正担忧大家的时候，战斗一触即发，以林天霸为主的巨兽白虎成为了主力军，一下子冲进了异能者堆里。不过林天霸是讲究策略的，柿子挑软的捏，所以这头巨兽白虎冲进异能者堆里，以侧身直接横推出去2个较弱的异能者。被横推出去后，他们的身体砰地砸在地面，5脏6腑都在颤抖。后，巨兽白虎大吼一声，持续威慑周围的异能者。紧接着，吭，一柄巨剑飞来，朝着周围的异能者横扫过去。双手变成黑蛇，双手变成尖钻，双手变成菜刀，这3个异能者吓了一跳，纷纷后退。嗡！这时，化身为巨大宝刀的李寒梅杀了过来，巨大的宝刀散发着寒芒，用力的横扫而去，这再次让数个异能者倒退了出去。此刻，在林天霸、李寒梅、林传雄3人身前，只剩下2只大兽，余下8个异能者则在较为靠后的一个圈子，围绕着林天霸、李寒梅、林传雄3人。双方势力彼此对峙，并没有真的打起来。我劝你们一句：从哪里来，回哪里去，这里不是你们可以招惹的地方，不然的话，今天你们几个人都得交代在这里。为首的那双手变为黑色长蛇的异能者，向着林天霸等人开口说道：“他虽然不是实力最强的，但他却是地位最高的，最具有话语权。”林天霸、林传雄、李寒梅3人进入异能状态，无法回应，所以蒙着面的李承泽走了过来，沉声道：“这一封信你交给你们老板看，看完之后按照信封上的内容执行起来，否则遭殃的是你们。”说完之后，李承泽借助一股巧劲，直接将手中的那封信给甩了出去。咻！这信封宛若一个飞镖一般，直接激射而出，在空气中传出一阵爆鸣的声音。这手段可把不少异能者给惊到了。2条黑色长蛇的身体碰撞在一起，这异能者队长将手中的信封接下，他说道：“我会将信封转交给我们老板，你们还有什么话要交代的吗？我一并转交给我们老板。”李承泽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们不想杀人，也不想毁掉你们这个仓库，只想得到一笔物资罢了。你们不要耍小心思，否则我们会真痛下死手。你们这里注定有人要死，我们的实力你们已经看到了。若真打起架，你们现在至少已经死掉不下3人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走了。”李承泽沉声说完之后，便示意林天霸、林传雄、李寒梅离开。后，林天霸低吼一声，看向李承泽，身子匍匐下来，并眼神示意李承泽爬上自己的后背。李承泽愣了一下，旋即会过意来，多谢。李承泽道了声谢，然后快速爬上虎背，在巨兽白虎身上，李承泽的身形顿时变得伟岸了起来，宛若大人物，别想拖延我们，对你们没好处，我们走。李承泽最后沉声道，旋即巨兽白虎迈开步子，巨剑与巨刀守护在其左右，一同离开。那为首的异能者队长眼神阴鸷，一双手上的黑蛇长蛇更是丝丝的吐出蛇信子，有些许的愤怒。要拦吗？旁边一个异能够释放水的异能者询问道。不拦。异能者队长摇了摇头，道：他们很强，不一定拦得住。这队长还是有良知的，他想到大家都上有老下有小，
若是真打起来，肯定有伤亡，越打下去对彼此都没利。而且他们若是受伤了，肯定被老板给丢出局外，犯不着跟李承泽、林天霸等人拼命。更重要的是，对方留了一封信，万一老板看完之后跟这些人结交朋友，那自己出手不就得罪这些人了？做人要像馒头一样圆滑，不能像石头一样太过棱角分明。这是这异能者队长的处事之道，你们将门看好，我去将这封信拿给冯老板。另外，去将巡逻的队伍喊来，重点看守大门。异能者队长向旁边的人交代道：“没问题。”有2个异能者回应队长，并开始执行了起来。接着，异能者队长看向一个腰背有些佝偻的年轻人，交代道：“老鼠，你用你的异能循着位，顺着道，悄悄摸过去，看看这伙人往哪里撤离，看看他们有没有聚集的窝点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”这腰背有些佝偻的年轻人回复道。旋即，他开始释放自己的异能，鼻子往前突出，变为了鼠鼻；耳朵变大，变为鼠耳；他的嘴角一长出了鼠须，双手双脚的指甲变长变尖，手掌、脚掌也变得后长。我走了，老鼠打了声招呼，便离开了。他行走速度很快，一溜烟便没影了。而异能者队长拿着信封，大步流星走向仓库内部一处装修较为富丽堂皇的办公区。另外一边，李承泽、林天霸、林传雄、李寒梅4人安然离开。在巨兽白虎的宽阔的背膀上，李承泽时不时回头留意一下身后，他有些担心被别人跟踪过来。很快的，李承泽一行人找到了林青青，与其会合。辛苦你了，天霸兄。李承泽摸了摸巨兽白虎宽厚的背膀，开口说道，并从虎背上面跳了下来。巨兽白虎摇了摇头，表示不用谢。爸妈哥，承泽，你们回来了。林青青激动地说道。看到大家都没有受伤，他悬着的内心放了下来。我回来了。李承泽点点头，温和地回复道。接着，巨兽白虎、巨剑、巨刀拿着衣物离开了。当他们3人回来的时候，都已经换好了便装。李承泽、林青青、林传雄、林天霸、李天发5人所在的位置是一处高处的草丛，前方则是一片平原地，毫无掩体。林传雄说道。今天小小试探了一下，感觉这些异能者的实力不是很强，我们4个人完全可以战胜他们10个人。林天霸说道。是啊，对方一点都不强，不过他们似乎还有联军，持续战斗下去对我们不利。而若是打游击战，这里消灭几个异能者，那里消灭几个异能者，我们完全可以拿下这个仓库。李寒梅一说道。原来别的异能者都这么弱，我还以为大家都很强呢。李承泽笑了笑道。是啊，就像阿姨讲的话一样，其实我们很强，别的异能者大多数都是比较弱的，若真打起架来，我们占据优势。林青青笑着说道。看来今天进展得很顺利，就是不知道这仓库的老板会不会按照我们所言将物资准备好。李承泽摇了摇头道。肯定不会，我们还没有让他们吃够苦头呢。我给了他们1个小时的时间，如果这仓库的老板按照信封上的去行动起来，那么1个小时内，我们可以看到大门处停放2辆大车。他们不按照我们交代的事情行事的话，我们就让他们继续尝尝我们的硬拳头。可以。林青青点点头道。我们这算是先礼后兵吧。对的。李承泽露出一抹笑容回应道。而就在他们交流的时候，李承泽的目光一闪，看到了远处一道鬼鬼祟祟的人影，说道。有耗子跟过来了。说着的时候，李承泽还指了指远处的一点黑影，这黑影小心翼翼，用鼠鼻嗅着气息，朝着李承泽等人的位置追来。林青青、林天霸、林传雄、李寒梅等人果然看到了一道鬼鬼祟祟的人影，正在悄然摸过来。林青青压低声音道：“我们这位置好，前面都是大平地，毫无掩体，不然的话，这家伙追过来侦查，我们都不知道。”林天霸道：“承泽，你真会挑位置，这里的确不错，有耗子上钩了。”李承泽微微一笑道：“嘿嘿，等他靠近了，我们就将这耗子抓住，暂时拘禁。”林青青、李承泽、林天霸、林传雄、李寒梅5人都做好了准备，等待眼前的耗子过来，然后将其逮住。时间快速流逝，那耗子刚获得异能不久，所以还不是很熟悉。他感觉前面的气味很是浓郁，似乎对方的营地就扎在前面不远。经验少，再加上对异能者的熟悉度不高，导致他一直都在往前推进，持续侦查着。在双方距离20米左右的距离时候，林天霸感觉差不多了，他的异能可以让自己化为巨兽白虎。巨兽白虎比猫还要强大，逮个老鼠完全绰绰有余。手臂摆动了一下，林天霸示意李承泽、林传雄、林青青、李寒梅4人不要动。紧接着，一阵虎啸的声音从林天霸的大嘴中传来，紧接着他的身体开始膨胀、扩张、扭曲起来，四肢往前扑杀出去。林天霸从人变成了一头威风凛凛的巨兽白虎。虎啸之声持续响彻周围的天地，那一能拥有老鼠部分能力的异能者被这突如其来的虎啸之声一震，身体猛地震动了一下，他吓了一跳，下意识的便想扭头就跑。可是老虎的虎啸声音似乎对他本体有着本能般的限制能力，他的四肢就仿佛灌入了铅水一般，变得非常的缓慢。还没来得及逃跑，巨兽白虎已经扑杀了过来。扑通，巨兽白虎将老鼠压倒在地上，巨大的爪子直接摁住他的脑袋。这异能者吓了一跳，疯狂的嚎叫。巨兽白虎朝着这异能者持续低吼了几声，直接将他给吓湿了。这老鼠嗷嗷惨叫，感觉自己要死掉了。林天霸觉得他很聒噪，直接巨大的虎爪用力的封印住了他的嘴巴，嘴巴被堵住，这老鼠只能发出嗯的叫声。李承泽、林青青、林传雄、李寒梅4人快速围了过来。好了，别叫，你没死，再叫的话就像把你嘴巴打烂，让你叫不出来。李承泽朝着这异能者
沉声道。闻言后，这异能者缓了一下，大概明白怎么回事。而林天霸也很适时地将自己的巨大虎掌挪开，压着的他的身体意识起来。这异能与老鼠有关的异能者感觉到自己身上没有丁点疼痛，没有受重伤，不禁舒了一口气。但是被李承泽、林传雄、林青青等人围着，他依旧有点不好受。你们是刚刚闹事的异能者？这老鼠吞吞吐吐，下意识地问道。是啊，李承泽道。你是来跟踪我们的？异能者摇了摇头道，不是，我只是路过而已。啪！李承泽直接伸出大手，赏赐了他一个大嘴巴，传出了一阵清脆的响声。别装蒜，我们又不是傻子。李承泽沉声道。被李承泽打了一巴掌后，这异能者脑袋嗡嗡，整个人也老实了许多。现在我们问话，你就老实交代，不然你今天别想完整的离开。旁边的林传雄插嘴说道。一旁的巨兽白虎很是佩服，适时的张开满是獠牙的巨嘴，并靠近了这异能者。这可把这异能者给吓了一跳，连连点头道。你们问吧，我一定老实交代。说完之后，他感觉自己还需要补充一些话，便继续说道。求各位不要杀我，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，还有个老婆，我是社会的边角料，但却是家里的顶梁柱。我要是死了，相当于死了4个人。李承泽、林青青、林天霸、林传雄、李寒梅5人闻言后，嘴角一阵抽动。李承泽没想杀他，所以吓唬道。行，可以不杀你，但你必须讲实话。我必须讲实话。这异能者连连应声道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李承泽询问道。我叫刘老登。这异能者回复道。你的异能是什么？李承泽又问道。我的异能与老鼠有关系，我触摸了一只和我比较要好的老鼠，然后它和我融为一体，然后我的异能可以让我获得老鼠的嗅觉。听令！刘老登没有藏私，全部交代。所以你的任务是来追踪我们的？李承泽问道。是啊。刘老登点头。你们仓库里面一共有多少异能者？最强的是谁？李承泽询问道。刘老登停顿一下道。我也不知道我们仓库有多少异能者，但是我知道的数量是30人以上。最强的异能者我不知道是谁，不过我心目中最强的2个异能者，一个是拥有遁地能力，整个人直接钻入地里面，你根本就抓不到他；另外一个浑身都可以燃烧起熊熊火焰，你对他发起攻击的时候，就像是打在火焰上，无法对他本体造成任何伤害。刘老登很是佩服，将自己知道的全部讲出来了。他毕竟只是仓库的一个小保安，对这仓库没有多少归属感，以前也是迫于生活所迫才来这里当保安赚点钱。现在全球异能降临，这里有食物，所以他就选择继续留下来。可为了仓库，将自己的生命交出来，这种事情他做不到。李承泽点点头，表示明白。对于这仓库，李承泽比刘老登还要熟悉。这仓库里面最强异能者，并不是刘老登所讲的这样，而是这仓库老板的老爸，一个原本濒临死亡的老人。全球异能的到来，他最后触摸的物品是一头长寿龟。这长寿龟让这老人活了下来，并且获得了一种吞噬别人生命的能力。它可以释放出一团诡异的雾气，只要有人身处这片雾气中，便会被掠夺生机，身体衰老。而这老人本体则可以壮大，这种能力很是邪恶，掠夺越多人的生机，他就可以变得越强大。在前世的时候，李承泽只知道拥有这种邪恶异能的异能者往往会被群起攻之，所以这仓库的事情暴露出来后，这个老人也被一群异能者斩杀了，防止他祸害别人。至于现在，李承泽觉得这老人对自己的异能还不是很熟悉，而且还没有残害异能者，倒不是很怕他。就算以后，李承泽也不怕他，因为在那片充满机缘的修真大陆上，有一些功法便能够让修士吞噬别人生机，修为来壮大自己。这些修士被称为魔修，魔修害人害己，并不受人待见，即使自己不出手将其斩杀，日后也会有人出手将其斩杀的。而且在魔修中流传着一种名为养蛊的说法，也就是说某个魔修一直吞噬别人的生机，修为壮大自己。这魔修在为自己的强大沾沾自喜的时候，殊不知自己已经被人盯上了，就像养猪一样，肥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宰杀了。当他达到某个境界的时候，便会成为别人的盘中餐，被更强大的魔修给蚕食掉，类似于大鱼吃小鱼。现在李承泽只想要搞到物资，至于这仓库内拥有邪恶异能的老头，就不招惹他了。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李承泽交替的看向林天霸、林传雄、林青青、李寒梅4人。林传雄问道：刚刚你们那个队长叫什么名字？异能是什么？他将书信拿给你们老板看了吗？刘老登说道：我们的队长叫杨虔诚，异能是双手可以变成2条大黑蛇。刚刚出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将书信拿给我们老板看了。听到那杨虔诚已经将书信拿给仓库老板看了，林传雄、林天霸、李承泽等人都舒了一口气，今天进展的第一步还挺顺利的。接着，林传雄、林青青等人又简单询问了一些问题，刘老登都一一回答，没有隐瞒。问完话之后，这刘老登便没有什么价值。李承泽说道：刘老登，你的异能与老鼠有关，那么你应该很会挖洞吧？刘老登点点头道：会点。那你现在用双手挖个洞。李承泽道。刘老登闻言后躯体一震，苦笑道：你该不会想让我自己挖个洞，然后把我活埋了吧？他可不乐意了，连连摇头。李承泽没想到这小子还挺机灵的，这都被他想到了。于是李承泽也不隐藏了，直接说道：没错，你挖个洞，我们把你埋了，就给你露个头出来，让你可以呼吸。等后面我会告诉你们队长，让他们过来救你。啊，这刘老登傻眼了，没想到眼前这人竟然这么狠。不要啊！刘老登说道：万一你们离开之后有个小动物过来，都能够轻松将我给打死，你们还是将我绑起来吧，不要这样对我。绑你要绳索，我们这没有绳索。李承泽摇了摇头道：你还是别废话，把自己埋了吧，至少你还有一线生机。若是你多废话，等下不是埋活人，而是埋死人。这刘老登面容顿时难看到了极致。这时候林青青想到了个主意，说道：承泽，这家伙可以留着，
青青，为什么这么讲？李承泽看向林青青，问道：“你有什么更好的主意吗？”对，我可以留着。刘老登连连点头，附和道：“林传雄、林天霸、李寒梅三人都将目光落在林青青身上，想听听看他有什么好的主意。”林青青露出一抹笑容，说道：“这仓库老板未必会乖乖按照我们书信上的内容行事，到时候我们过去打游击的时候，顺便把他们的异能者抓走，让这刘老登挖矿，我们把抓来的人都埋坑里，然后露出一个头给他们呼吸，这样子多有意思。”李承泽闻言后，眼前一亮，觉得这主意不错，他点点头说道：“这样做虽然耗费不少时间，不过却可以威慑这仓库的异能者和老板，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不好招人的。试想一下，李承泽、林天霸等人每次去打一场游击，都掠过来1-2个异能者，并将他们埋在坑里，这异能者就像是种在地里面的萝卜一样，整整齐齐，这画面具有一定的滑稽感，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给敌人带来威慑，在他们心中烙印下深刻印象。以后这些异能者想到自己都得身体颤抖几下，心中都得害怕一会儿。”对此，林传雄、林天霸、李寒梅三人都表示没有异议，便这般5个人都同意了林青青这个决定。李承泽看向这刘老登，说道：“你现在挖洞，让我们看看你挖洞的速度快的话，我们可以放你一马。”刘老登听了他们的主意后，心中很是憋屈，但是死道友不死贫道，刘老登觉得坑别人总比坑自己来得好，便同意了。他说道：“我挖个坑试试。”旋即，刘老登身体匍匐在地上，用爪子探了探周围的地面，并说道：“我找个松软件。”很快的，刘老登找到了一块不错的地，并开始刨地挖坑。他的一双手现在变为了老鼠的手掌，指甲很长很细，手指细而有力。刘老登挖洞的速度很快，一下子中间便挖出了一个小洞出来，旁边堆积了不少土壤。李承泽估摸了一下，心中暗道：这家伙效率不错，估计5分钟至10分钟就能够挖出一个洞来。果不其然，随着刘老登的挖坑，他很快便挖出了一个1.7米左右的坑，刚好可以种植一个异能者。挖坑结束，刘老登一副卖乖的模样，说道：“坑挖好了，请各位检查。”不错。李承泽露出了一抹满意的笑容。一旁的林青青、林天霸、林传雄、李寒梅4人对于刘老登挖的这个坑都感觉很是满意。你小子现在就暂时跟着我们混吧，事成之后我们会放你离开，还给你一些粮食，够你吃上一阵了。李承泽说道：“谢谢。”这刘老登连连感谢。他观察过李承泽、李寒梅、林青青、林传雄等人的面孔，觉得他们面容善良，不像是作恶多端的歹徒，所以刘老登才很是放心的跟他们交流着。李承泽说道：“我们现在换个营地，以免等下还有其他委员跟过来。”众人表示没问题，便开始更换营地。另外一边，在一间豪华的办公室内，一个面容刚毅、头顶的短发宛若一根根钢针竖起的中年男子，狠狠捶了一下木桌，发出重响。这群人真是过分，居然威胁我，让我们准备2卡车的物资，不然就对我们仓库搞破坏，还要告诉外界这里有物资，真他奶奶过分！中年男子口中骂骂咧咧，疯狂地捶桌子。这中年男子正是这郊外仓库的老板赵构建。他刚看完李承泽留下的书信，感觉很是愤怒。老板，那我们要照做还是无视？杨前程问道。照做个屁！赵构建怒道。多派点人手看护好仓库，要是这几个家伙敢再出来闹事，把他们腿给我卸下来，然后带到我们面前来。赵构建是上个世纪的人，经历过一些特殊的事情，所以当全球异能降临，乱世到来，秩序崩溃，他不再和和气气的待人，而是打算拾取暴力这一手段来巩固自己在这乱世上的地位。所以当听到李承泽、林天霸等人过来闹事，赵构建很是愤怒，想要将这些在自己地盘上撒野的异能者抓住，砍断他们的手脚，威慑大家，给自己建立威望。杨前程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没问题，老板，我这安排人手，将大门给看守牢固，保证连个苍蝇都进不来。”赵构建点点头，道：“去吧，这可是乱世。”赵构建提前耗费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才囤积了这么一个仓库，现在竟然被人给盯上了，他很是生气。杨前程离开之后，心中开始想起巨兽白虎、巨剑、巨刀3者的身影，想到他们强大的样子，杨前程便感觉到一阵头疼，不禁揉了揉眉心。这3个异能者虽然人数少，但是都很强，还有那个年轻人，看起来年纪小，但似乎实力不低，竟然能够骑乘在巨兽白虎上，真是难产啊！希望一切顺利，不要出现伤亡。杨前程心中暗道。旋即，他从仓库的巡逻 A 队、B 队、C 队、D 队4个巡逻队中，各调了3名异能者到大门处看守。这仓库内一共有42名异能者，其中10名异能者看守大门，4个字母巡逻队内则各有8名异能者巡逻。而现在，随着杨前程调动人员以及老鼠刘老登出去追踪李承泽等，大门处现在有21名异能者看守，4个巡逻队内每个队伍则各有5个异能者。这边杨前程忙完人员调动以后，便到大门处，结果一问，他发现老鼠刘老登竟然出去了将近1个小时，还没有回来复命。该死！杨前程愤怒地说道：“老鼠被发现了，可能遇害了，也可能暂时被关押起来。这4个异能者不仅实力强，而且太狡猾，警惕心太强了。”旁边一个身材魁梧的异能者说道：“这伙人得不到物资，肯定还会杀过来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出手，将他们拿下。若是他们伤害了老鼠，我们就让这伙人血债血偿。”杨前程揉了揉眉心，说道：“这些我都知道。”说到这，他叹息了一口气，
道：“只是老鼠家里面那边不好交代，老鼠这不还不确定出事没出事吗？”另外一个异能者撇撇嘴道：“说不定他只是追踪的比较远，晚点就回来了。”说的没错，老鼠等下可能就回来了。另外一个异能者附和道。杨虔诚听着兄弟们左一言右一语，他发现这里的大部分兄弟都不想出门寻找老鼠刘老登，对于他的消失更是漠不关心。杨虔诚无奈的点头道：“只能再等等老鼠，希望他没事吧。”乱世到来，大部分异能者都变得更加自私了，只为自己着想，至于别人的死活则与自己无关，大家都漠视生命了。圆滑的杨虔诚只能够随大势，让他自己出去寻找老鼠。杨虔诚自己也做不到，所以大家有了一个共同理由，那便是老鼠等会儿就回来了。以此共同理由，大家都心安理得待在这仓库大门处。后悔的同时，杨虔诚身为仓库安保队的队长，他已制定好周密的计划。他向新临时加入的异能者说道：“你们12个人一定要隐藏好，不要暴露自己，等到对方暴露出来，我们诱敌深入，然后一起将他们围剿。”这些异能者很是配合，全部都躲藏在安保亭内，伺机而动。接着，杨虔诚又去安排了2辆大卡车，放到了仓库大门外，他们要搞出一副很配合的样子。等到李承泽、林天霸等人放松警惕的时候，再将他们围困住。这计策类似于古代行军打仗常用的阴谋之一。乍想，另外一边，在一片丛林内，李承泽、林天霸、林青青、林传雄、李寒梅5人正在耐心等待着，而被抓来的刘老登则在李承泽等人的监视下，在这附近挖坑。这会儿功夫，这里已经被挖出了7个大坑了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白驹过隙，时间快速流逝。掐着时间点，他们觉得差不多时候，已经过去1个半小时了。李承泽说道：“如果这仓库的老板识相的话，他们已经开来2辆大卡车，并放在大门处，我们是时候出发检查一下这仓库老板真诚不真诚。”林天霸摩拳擦掌道：“走，我时刻准备好了。”林传雄道：“该上路了。”李寒梅有些担忧道：“对方会不会有诈？”旁边的刘老登有些虚弱，闻言后心中的情绪复杂，有喜悦也有担忧。他喜悦的是，若一切顺利，自己可以回到仓库继续当小保安；他担忧的是，一切不顺利，双方打起架来，自己因此被波及到，因此受伤，甚至丧命。不过刘老登左右不了这一切，他只能够默默等待着，并将自己的生命交给别人，希望一切顺利，我能够活着。刘老登心中祈祷。